你们把人给我放下！谁敢买走我妹妹，我一定杀光你们全家！不信的话，试试！不远处，一个中年大婶死死抱着一个5、6岁的小姑娘，小姑娘哭得悲天悯地，撕心裂肺，朝着地上的少年扑去。哥哥，救我！一脸恼怒的陆石柱死死地把自己的儿子按在地上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：死兔崽子，给我闭嘴！你老子我还没死呢，家里的事还轮不上你做主。陆石柱，敢卖了我妹妹，我定让你们俩不得好死！什么？竟然敢威胁爹娘！小兔崽子，我就看看我会怎么样不得好死！杨婶子，别理他，把银子留下，人马上给我抱走！正当众人把目光都落在少年父子身上之时，没人发现一边的屋船下站着一个7、8岁的小姑娘。此时她脸上一片绝望，穿越过来3天，蓝潇潇就崩溃了3天。可这穿就穿吧，穿成一个小村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会穿进她正在看的小说中那恶毒的女配呢？难道是因为她看书的时候因为同情了这个恶毒女配，所以老天就故意整她？眼前的少年疯狂而绝望地嘶叫着，看着他的眼神如困兽在做最后的挣扎，让蓝潇潇听得越加的心急与心慌。真的好想告诉他别喊了，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用的。那无良的作者君很恶毒，这可怜巴巴的小姑娘今儿是肯定要被卖掉的。小姑娘被卖后，少年郎离开家乡，多年后一跃成为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，衣锦还乡。而他回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折磨眼前这对疯子似的男女，然后就是把小姑娘，也就是现在的她做成人质。人质啊！想到这2个字，蓝潇潇浑身抖了3抖。好后悔看了这本书，好后悔翻了那么多的篇，好后悔跟别人争那么多是非啊！想到那结局，蓝潇潇越是毛骨悚然。不管有多后悔，蓝潇潇知道她现在这个身体将会有一个非常残忍的结局，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结局。心慌慌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蓝潇潇努力让自己镇定。他现在一定要做些什么，否则眼前的清雅俊秀少年郎会被他们逼成一个冷心冷肺的大魔头。低头看看自己，只是这弱鸡似的小个子，鸡爪子一样的小手，蓝潇潇他又能做些什么呢？这一会儿，如果他跑过去把他学了10年的空手道使出来，人家会不会觉得他在跳舞？不管像什么，蓝潇潇都很清楚，目前他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他必须争取把这个小鸡妹留下。想到就动，蓝潇潇赶紧扑过去抢小鸡妹。爹娘，妹妹还这么小，别卖她嘛，求求你们了，别卖她，她这么小不值银子的。小鸡妹不但没抢到，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扇了下去。死丫头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难不成想造反？孙青梅这一巴掌是打得又狠又猛，直接把蓝潇潇打得头冒金星，嗡嗡作响。活下来，想哭的蓝潇潇知道求孙青梅没卵用，于是爬过去对着牙婆半求半威胁：婶子，您别买我妹妹好吗？我求求您了，她还小，做不了事的。你要买就买我吧，你看我比她大，我长得比她好，我也愿意跟你去。要是你强行把她买走了的话，你全家都会引来祸端的。婶子，你相信我，快把妹妹放了吧。这话一落，一阵叫骂声响彻云霄，灌满半个村子。你个作死的丫头，你想死不寻日子是吧？好啊，竟敢找死，老娘我成全你！耳朵被称之为母亲的人一手拎起，蓝潇潇发现耳朵痛也是世上难以忍受的酷刑，顾不得这痛，她吼叫起来：放开我！你不想以后生不如死，就赶紧放开我！爹，我要卖了妹妹，我求求你们了！等，松手啊！你们不想死的话，就放开她，她是哥哥的亲妹妹，不是什么野种，你们赶紧放开她！孙青梅气死了，这个女儿竟然真的开始吃里扒外了，竟然拆穿这场戏。以前她不是最讨厌那个死丫头吗？难道今日这死丫头真撞了邪不成？紧接着又是一巴掌甩了过去，孙青梅吼着：闭嘴！
你个死丫头，她就是一个野种罢了，哪是你哥哥的什么妹妹？你没看到他亲爹都找过来2回了吗？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再不闭嘴，我打死你！什么亲爹？那还不是你们给他认了一个亲爹吗？作死的人真当是什么作死的手段都使得出。蓝潇潇是真的想阻止这人间惨剧的发生，无奈身体不行，她只得极力呼叫着：不是的，他不是野种，都是你们乱说的，不能卖啊！妹妹真的不能卖，求求你了，别卖她了！叭叭叭的又是一串嘴巴子，顿时蓝潇潇被孙青梅打的是满嘴鲜血。你个作死的，要敢再胡说，我不打死你就不是你亲娘！亲娘？这么恶毒的女人，她才不会要她，只是嘴巴太痛了，痛得蓝潇潇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一脸死气地捂着嘴，眼睁睁看着悲剧的发生。女童的哭声，少年的疯狂叫喊，都被这一阵母教女的打骂声调和了不少。见此情景，都认为刘氏偷人的乡亲们也有人出声了。石柱，你们俩是不是弄错了？刘氏不像个那么不要脸的女人啊。是啊，石柱，你要弄清楚，这男人可没有自己给自己戴帽子的道理啊。身子没了娘，他就这么一个亲妹，留下这个孩子给他做个伴儿吧。听着这七嘴八舌的议论声，孙青梅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，这事已经让人怀疑了吗？孙青梅狠狠地瞪了眼痛得不能说话的蓝潇潇一眼。哎呀，长顺兄弟，桂兰婶子，本来我们也不相信那个人的鬼话，可是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，甚至刘姐姐身上的胎记都说得出来，你叫当家的怎么受得了？说得对，男人可没有自己给自己戴帽子的道理，当家的就是因为是个大男人，所以他才受不了。将心比心，长顺兄弟，如果一个野种天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你受得了吗？是当家的狠心啊，他也是实在受不了了。孙青梅巧舌生花，蓝潇潇急死了，她想大喊：不是的，这些全是孙青梅陷害的，首府大人的亲娘根本没有偷人。可嘴还未张，蓝潇潇的嘴巴就一阵抽痛，她知道这话要是喊出去的话，这口牙恐怕是一个也保不住了。而一边的陆石柱听了孙青梅的话，脸色更狠，朝着牙婆叫道：杨婶子，人已经是你的了，给银子走吧。听了陆石柱的话，这位叫杨婶的牙婆立即掏了5两银子扔出去，然后带着人扬长而去。看着远去的背影以及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少年发出牛一样的怒吼，那吼声天崩地裂，顿时蓝潇潇整个后背都在发凉，呆呆地坐在门口的柴堆上，看着这满院子的陆家人和村人的冷漠，蓝潇潇心中一阵狂叫：完蛋了，你们全都完蛋了，就等着我来首府大人的报复吧。我也完蛋了，好不好？原来这少年是被他们这样逼成一个魔鬼的吗？台阶上，孙青梅拿到了银子在手，顿时笑语如花。哎呀，当家的，明天我去村头买几个猪蹄来给你红烧，坛子里还有半斤酒，让你喝个痛快。陆石柱本就是个浑人，他色心重，心眼小，当初捡来刘氏，那是因为她长得美，她那细皮嫩肉的样子实在让他爱不释手，就算是爹娘已分家要挟他，还是留下了他。10几年来，他对刘氏的新鲜度消失了。刘氏身体不好就算，而且总是端着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不让他尽兴，他早就腻了。当然，让他卖女儿的原因自然还有其他，而这孙青梅不同，不仅年轻，而且非常有手段。她在床上的那些能耐让他十分着迷。听了这话，陆石柱恨不得搂着孙青梅就扒的一口，他就喜欢这婆娘一心想着她的狠劲儿。可当他看到台阶上坐着蔫头巴脑的妓女时，陆石柱的眉心拧了拧。梅儿，这死丫头今日怎么回事啊？前几日她还说那死丫头除了吃就是哭，卖了她这个家才安静，可今日她却要去救她，我看她精神十分不好，不会又是病了吧？今日蓝潇潇的举动让孙青梅着实恼了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我看他是撞邪了。哎呀，别管他，一个赔钱货，死了就死了。哎呀，走，我得把银子藏好，刚才你娘那眼神可缠着呢。他娘？陆石柱恶狠狠地配了口唾沫，他想要
他就给了。当年他才把刘氏接进门，他直接把他们扫出门，分给他的就这3间破屋，喝肉都够了。两夫妻急急地进了屋，止于陆家大房，3房的人在院子里坐着，视光中闪过的丝丝狠绝。他还是回，老天，你对我果真太狠了！为什么不能我早一天回来？为什么？难道我饱受了一世失去亲人、孤单绝望的滋味还不够吗？恨意滔天的陆志轩靠在墙角坐着，俊朗的面孔，阴沉的几欲杀人。老太殿中，大楚兴帝一脸真诚地问：爱卿，你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某人一副天高云淡的口气：微臣最大的心愿就是摧残那对狗男女和他们的家人，然后找回我的亲妹妹，看着她幸福一辈子，此生才会满足。兴帝挑眉：报仇之事何必着急？爱卿年已30，业已成，应当先成个家，继承香火才对。不如朕给你赐门亲事如何？赐亲？他现在有空成亲吗？亲妹不知道在何处，亲娘的污水没有被洗干净，他为人兄为人子，配成亲吗？多谢皇上厚爱，可此仇不报，臣难以安心。兴帝沉默了许久后，才叹了口气：准。谢皇上。浑身疼痛的蓝潇潇醒来之时，脑子里不停地浮现着书中的那些对话，顿时更加觉得自己真到了绝路。可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，刚捡来一条命，总什么破身体啊，就几个巴掌竟然晕过去了。再看看不远处的厨房，已经熄了火。陆家这么一大家子的人，竟然把昏迷的他扔在了柴堆上，肚子饿得只会咕噜咕噜叫。思前想后的蓝潇潇决定，这辈子不能被人做成人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抱紧这个哥哥的大腿，坚定不移地告诉他，这一世他与他做一派，想好了就得行动。他饿了，哥哥肯定也饿了。于是乎，蓝潇潇吃力地站了起来，往陆家的正厅而去。死丫头，你跑进来做什么？你不是造反吗？去啊！你去与那个孽种凑一块儿去啊！陆家是一个大家子，老陆头与陆婆子生了3儿2女。根据记忆，自己这个继爹是陆家老二。孙青梅开口就骂。陆石柱看着这脸色清秀的妓女一眼，不知什么心态。好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慢慢教吧。娇娇啊，来爹这里吃饭吧。后爹突然变成一个慈祥长辈，蓝潇潇心中不知为什么突突的猛跳。老男人，你别笑了行不行啊？你笑得像只大灰狼哎！你造个多恶心吗？孙青梅再不好也是这身子的亲娘，可这老男人这大叔眼中的猥琐真让人起鸡皮疙瘩。突然蓝潇潇想起书中这老男人对蓝潇潇做的事儿，浑身打了个颤抖。不行，他得尽快恢复身手，否则再过个3、5年，忍住对这个恶毒女人的厌恶，蓝潇潇硬着头皮凑上去。娘，我饿。可孙青梅却根本不像个亲娘，她一张嘴就是骂：哎呀，饿！你这饿死鬼投胎是吧？拿着那碗饭给我一边吃去，看着你就来气。黑乎乎的饭加上一坨屎一样的菜，就算前世他家的狗也没吃得这么差吧。要是以前，蓝潇潇肯定不甩他一眼，可此时为了活命，他得装出一脸害怕与感激。娘，或许真是怕他给饿死，卖不到银子。孙青梅又端起另一只菜碗，在那饭前扒了扒。去，别再叫了，烦人！拿着饭碗，蓝潇潇偷偷摸摸到了院中。月初的天空只有斜斜的一片月牙儿，好在天气晴朗，满天的星星把大地照得一片水银。蓝潇潇坐在台阶上，正准备扒几口饭，可突然抬眼就看到了屋角的那间小偏屋。那间小屋是未来首辅大人陆志轩的房间。此时屋内一片黑暗，一片死寂。妖兽哦，竟然敢如此对待未来首辅，果真是嫌命长了。看了看碗中的饭菜，再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与手脚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蓝潇潇认命般偷偷地摸去了厨房，找了一副碗筷。一碗本不多的饭，一分为2就更少了，但聊胜于无。陆志轩正在养神，被人捆住的手脚虽然不能伸展开来，
可是他不是个寻常人，不管什么逆境下，他都能够忍受。突然，房门被推开，月光下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像贼一样探头进来了。陆志轩一看来人，顿时心底就一阵的仇恨，一阵厌恶。就是他，就是眼前这个小小的身影，这个看似柔弱却心思与他娘亲一样恶毒的小小身影，让他失去了亲生妹妹，让他上辈子寻找了一辈子都没找到的亲妹妹。想起上辈子他砍掉他的四肢，装进坛子里，天天喂他吃老鼠的情景，陆志轩的嘴角高高挑了起来。这辈子他不会让他们舒服的活着那么长久，但是也不会杀了他们，他要让他们看到卖了他的妹妹是什么样的下场。陆石柱、孙青梅、蓝潇潇，你们就好好吃着老鼠，活得长命百岁吧。蓝潇潇回头看看院子里没人，迅速的就进了屋。屋内太暗，蓝潇潇摸索着把2只碗放在了一张破桌上，然后从怀里摸出了火折子。只是他悲剧了，这火折子比80年代的火柴盒难刮多了。当然，火柴盒他也只是听奶奶说。他一动不动地盯着他，对他笨拙的动作疑问顿起。他高烧3天才行，难不成一场高烧把他的脑子烧坏了，连个伙食都不会打了？蓝潇潇越来越笨的动作，越加让陆志轩心中起疑。这小毒鸭跑进他的屋子想做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让他看着他吃得香？想到这儿，陆志轩的眼底是暴风雨前般的宁静。3月的农村晚上怪异的安静，除了屋外的蛙鸣，火石相擦发出的微弱声，就只有2个人的长短不一的呼吸声。蓝潇潇根本不知道陆志轩在黑暗中盯着他，与火折子奋斗了快10分钟，咔嚓一声，终于把火打着了。他得意的一抬头，突然间发现黑暗中一双冷厉的目光盯着他，像狼一样的狠厉，准备随时展开撕咬。紧接着，啪的一声，蓝潇潇手中刚打着的火折子掉在地上。哥哥，你饿了吧？我拿了饭来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比没有更好，是吧？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可能吃不下，但是好死不如赖活，不管想做什么，都得先活着，是不是？你别难过了，一会儿吃饱了饭，我与你一块去救妹妹。说罢，蓝潇潇把屋内找遍，想找到剪刀，把捆陆志轩的绳子割掉。可惜剪刀这东西在这里也金贵，竟然遍寻不见。陆志轩低头冷眼看着吃力给自己解绳索的小姑娘，因为人小力气小，她呲着牙咬在绳结上，小脸憋得通红。她不知道这小毒女到底想干什么。现在她确实想有人把绳子解开，或许现在还能追上去把妹妹救回来。好半天，直到蓝潇潇把牙都咬酸了，终于解完了绳结。只是没等她站起来，砰的一声就被人狠狠地推倒在地上。干嘛这么急嘛？正想骂人时，一个身影飞快地窜出了门，穿过院子出门而去，只留下屋中手臂撞破皮发呆的蓝潇潇。看看发出香味的瓦罐，蓝潇潇有了主张：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吗？他怎么就忘记这一茬了呢？起身悄悄走进前院，四处张望，发现没人，他迅速窜进了陆志轩的屋子。蓝潇潇还没进门就压低声音：哥哥，你在吗？可等他话才落下，突然一只大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。顿时蓝潇潇开始双眼翻白，抬眼，这双手并不粗大，可蓝潇潇知道这双手掐死他足够了。眼前赤红的双眼，狠厉的大脸，与平时冷傲俊美的脸差异太大，顿时他的进气少，出气多。没想到人才进门就被人快掐死了，怕死的蓝潇潇急着解释：放开，我去找你吃饭了。放了！陆志轩声音比眼神更冷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他手里提的不是人，而是一只鸡。放了你，我妹妹就能找回来了吗？原来昨天晚上他是去找妹妹了。蓝潇潇用力扳着陆志轩的大手，声音更是急：哥，我帮你找。你帮我找？小贱人，要不是你挑唆，我妹妹能被卖掉吗？蓝潇潇，你小小年纪恶毒至此，掐死你，省得让你再祸害人了。就在蓝潇潇以为就要死了的时候，脖子上的手松了。想死没这么容易，让你这么死了，我妹妹的债谁来还？该死的，明明这么坏的贱人，怎么会有这么一双干净的眼睛？前世她明明不是如此的。
哥哥，我错了。闭嘴！谁是你哥哥？拍马屁拍到马窜上了。蓝潇潇撇了撇嘴，哼，你不是我的哥哥，别以为我想叫你哥哥呀。哼，能当我蓝潇潇哥哥的，算你运气好。天生的骄子被人当只狗一样的呵斥。蓝潇潇真的想杀人，只是就他现在这小身板不说，再说说这坑人的男尊女卑的世界，他知道杀了眼前的少年，他也是无路可走。哥，这一个哥字才出口，一双阴冷的眼神又扫了过来。我警告你，再让我从你的嘴里听到半个鸽子，我断你一条腿。断他一条腿？陆志轩一开口，蓝潇潇震惊的嘴张开，都能吞下鸡蛋了。难道这熊孩子现在就有想把他做成一个人质的想法？天哪，这真的太可怕了，仿佛感觉到了腿在剧痛。我在屋后烧了早饭，是偷来的米，你要吃就点个头。吃饭？听到这个饭字，陆志轩才想到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他已经粒米没进了。陆志轩知道要活着才能报仇，现在的他一切都还没有开始。你想巴结我？陆志轩，我知道不配当你的妹妹，可是请允许我在人前叫你哥哥吧，否则会让人太过奇怪了。你也知道村里的人。哥哥，吃吧，虽然这米不好吃，但比饿死强。等你下回赚了银子，我就给你做白米饭。白米饭？他们家自从这母女来了之后，什么时候吃过白米饭？陆志轩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。这是你偷的米？想着孙青梅的狠毒，蓝潇潇情不自禁地打了几个寒颤。身体底子太坏，他还是个孩子，需要充足的睡眠。管他什么偷与拿，要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安心睡去的蓝潇潇并不知道，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。不知道经过多久，熟睡中的蓝潇潇感觉耳朵被狠狠地揪起来，随之震耳欲聋的河东狮吼响了起来。死丫头，你竟然学会偷吃了！我打死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赔钱货！蓝潇潇痛得不行，强行睁开双眼，正看到孙青梅小巧的脸上带着怒气，细长的眉毛高高竖起来，这角度看她的颧骨更高。这一看把蓝潇潇给看醒了，今天的事看来很严重啊，怎么办呢？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蓝潇潇学着蓝笑笑的法子，撒娇的喊了声娘。我不是你娘，你这败家子，丢人现眼的货，怎么不死了呀？穿着绣花鞋的脚随之踢过去，正踹在蓝潇潇瘦骨嶙峋的软肋上。好痛啊！难道今日他得死在这个毒妇的脚下不成？怎么办？蓝潇潇不想哭，可这孙青梅的性格太变态。他打蓝潇潇的时候，要是不打击的他鬼哭狼嚎，这恶女人就绝不住手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救救我！好痛啊！这夸张的叫声让孙青梅终于满意了，脸色更狰狞了。知道痛了，死丫头！你偷吃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痛？今日不让你狠狠痛一回，你会记不住教。谁今日来救我，脱离这毒妇的苦海？来日我蓝潇潇报以10倍100倍。可是没有人来救他，房子分明不隔音。未来的首府大人明明一起销赃了，却在隔壁一声不响，任由他被亲生母亲虐待，仿佛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久。终于有人说话了，只是这个人却是蓝潇潇不想看到的人。算了，再打你也打不出来了，放了他吧。万一他被你给打死了，这么多年就白养了不是？就凭他这张脸，以后不会少给我们赚银子。梅儿，你说对不对啊？站在孙青梅身后，黑漆漆一张脸的陆石柱，色眯眯的双眼看向睡眼朦胧的妓女，下意识地吞咽了一下口水。这带着血腥求情的话以及贼兮兮的目光，蓝潇潇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这男人后来让他那样死了，也当真是便宜他了。这种人就得废了他的3条腿，然后把他扔进妓院，让他天天看着别人喊。这眼光让蓝潇潇恨不得把陆石柱的眼珠子给挖出来。果然，这个家里根本就没一个正常的。男人色，女人坏，未来的首府大人心太硬，不想看到这么恶心的人了。蓝潇潇闭上眼，我说不死，等我有了能力，孙青梅，我会让你痛苦100倍。当家的，这死丫头真是气死我了！好吃懒做不说，竟然还学会偷东西了。你说怎么办？要不找个牙婆卖了她？卖了她！看着地上那张惨白的小脸，那秀气的眉，挺直的鼻，比猪油还白嫩的小脸，陆石柱别有用心的目光瞥了一眼，目前还是豆芽菜，却清秀的不行的小妓女，心痒痒的道：她还这么小，也卖不到什么价钱。梅儿啊，我看还是按你以前的想法，再养个几年，找个财主家卖了，银子至少会翻10倍。10倍！银子打动了孙青梅的贪心。如果现在卖5两，2、3年后就是50两，再大一点，等她妩媚天成的时候，再教她一些勾引男人的手段，那会不会是100两、1000两？当家的，难不成就这样放过她？偷了第1次就会有第2次，不好好收拾她一回，她肯定不长记性。陆石柱一听，眼珠子转了转。行，教训是一定，我看地里的活啊，也该让他去帮忙了，别让他在家里偷懒，让他跟着去种田好了，免得在家里白吃。对，让他去种田，反正几年后这死丫头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不过昨日继子的眼神可不好，以后他要是考上了秀才来找他报仇的话，那他不惨了？想到此，孙青梅主意上来了。
当家的，你说吧，这天下读书人何其多，可考中的人又有几个？读书也太烧银子了，而且就算考上了秀才，还得这孩子有良心呢。我看呀，坤哥可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呢。这毒妇是不打算让坏蛋上学了不成？这主意好啊！只要陆志轩当不了首辅，那他也就没有了被做成人质的危险了吧？脑子怪，你赶紧答应，快点答应啊！老天仿佛就是跟蓝潇潇过不去一般。一直对儿子不好的陆石柱听了这建议，倒是犹豫了。梅儿，这不好吧？读了这么多年，突然不让他去读了，那不是浪费银子了吗？哎，你要知道啊，要是他能够考上秀才，我可是秀才公的爹了。这身份走在镇上，连镇长都对我客气呢。现在不是陆志轩读不读书的问题，而是他得救自己的问题。胸口太痛，他必须把小身板给绑一下。不过他实在是太倒霉了，就在即将爬出去的瞬间，隔壁的门打开，细瘦的陆志轩走来，正对上了蓝潇潇狼狈的样子。你是说打算不让我再读书了？不知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狼狈。心中五味陈杂的蓝潇潇把身体缩起来，尽量的降低存在感。看到儿子冰冷冷的脸，陆石柱厚重的眉毛抖了几下。你在偷听我们的话？陆志轩目不斜视，面无表情，清瘦的身子像根竹竿似的站在陆石柱的面前。用得着偷听吗？你们本来就没有逼着我，何必这样说呢？他这模样让陆石柱越加觉得自己媳妇儿说的对，他要出息了，以后指不定还怎么威胁他这当爹的呢。既然你听到了，我就不再说了。事情就这样决定了，以后你就留在家里种地，等过上个3、4年，会给你娶个媳妇儿的。娶个媳妇儿？种地可以，但请你不要左右我的亲事，而且我还没学会种田，你必须手把手的教我。左右他的亲事？陆石柱仿佛没听清楚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亲事不必爹娘操心了？你们不配！这话一落，陆石柱眼露凶光。死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们不配！死小子，你翻天了是不是？你以为读了几句书就高人一等了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你可以试试，不过你要打，最好一次打死，否则……看着陆志轩的眼光，孙青梅心中突然打了几个冷战。哎呀，当家的别这样，孩子还小，他说不让我们管就别管了。他是我儿子，他说不管就不管了。万一娶个不正经的女人进来，我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啊？你娶的女人很正经。话一落，臭崽子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蓝潇潇没心思去管他们父子之战，她连滚带爬的来到院子里。这日子怎么熬啊？这穿越人世中还有比我更可怜的吗？过了好一会儿，灶房里总算飘出饭菜的香味，一会儿应该有的吃了。可是左等右等都没等来孙青梅骂人的吆喝，反而听到了屋子里摆桌子吃饭的声音。哎呀，当家的吃饭了。怎么就3只碗？就3个人，不3只碗还4只碗啊！煮好这个菜就能吃饭了。那死小子，你问他要不要吃？不要吃就给老娘省粮食。一听这故意放大的声音，蓝潇潇的心顿时凉了。这会儿去要吃的，恐怕又是一阵打骂，不给就不给，老子自力更生去。蓝潇潇出了门，按着记忆蹒跚地走到后院，蹲在菜园子旁边，小手捏几片菜叶，准备用来果腹。正吃得嗨，突然一双肥肥的大脚出现在他面前。笑笑，你娘这是没给你吃饭，就跑这儿占便宜了。这声音尽管还算和气，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却让被抓包的蓝潇潇遍体生寒。来人正是有笑面虎外号的陆大媳妇儿王巧云。看着眼前笑眯眯的女人，蓝潇潇心里狠狠的大骂：服了，这么恶心的世界，真是死了算了。可是死了能回去吗？顿时蓝潇潇故意可怜兮兮地看着王巧云。大伯娘，我饿。志轩脸无表情地坐在破床上，扭头看了一眼床内的墙，那粗糙的木板遮不严密，细小的身子蜷缩在一张比自己这张还破旧的床上，淡淡地看着床上的小身影，可嘴角却悄悄地翘了起来。这个毒丫头就是得好好教训。毒丫头，骨头很痛吗？可是你骨头再痛，有我失去亲人的心痛吗？痛还在后头呢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终于听到在叫他吃饭的声音，再次看了那小小的身影一眼，陆志轩的嘴角浮现出一个大大的讽刺笑容。那个女人果然比狼还狠，比虎还毒，这样最好，我会冷眼看着你们母女相互伤害，至死方休的。你妹妹呢？叫她吃饭。叫了半天，竟然只有儿子出来。多
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叫什么叫？不干活吃什么吃呀？我没煮他的饭，他的饭让他偷吃掉了，我好好饿他一天，他不知道做贼的后果。孩子他娘，笑笑还小呢，也是饿狠了才偷吃，教训过了就算了吧。潇潇又一次被饿醒了，这是他到这个世界不过4、5天，第 N 次被饿醒，他一定得找点吃的。咬咬牙，他爬了起来，院子里空无一人。蓝潇潇慢慢地朝厨房走去，却发现锅里碗里永远比地上干净10倍，厨房能喝的只有凉水了。这一会儿蓝潇潇还是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被打死算了，顿时蓝潇潇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。你们还能再狠一点吗？无奈回到前院，看到了院子里的鸡，蓝潇潇眼光都亮了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吃烤鸡，我要吃烤鸡，反正都是死，那么当个饿死鬼不如当个饱死鬼。这次要偷就偷吃最肥的。陆家的老婆子背着猪草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个老太婆，你直上个1刻钟回来就会累死你们。陆老婆子发现蓝潇潇的表情很古怪，更喝了一句：死丫头，你站在这院子里做什么？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真不知道我陆家遭了什么罪，招惹了你们母女2个恶毒的人。奶奶，我没做什么，就是在想几时做晚饭，我现在好饿，你能给我一点东西吃吗？陆老婆子眼一光：你饿找你娘去啊！刚刚得了5两银子，你还怕他买不起粮食不成？我家人还吃不饱呢，给你吃不如喂猪，还长块肉。你才是猪呢！不是说古人都很善良淳朴吗？说好的人之初性本善呢？心里一阵剑术之后，蓝潇潇淡淡的看了陆婆子一眼，然后缓缓的出了门。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，院子里有一个50几岁的老婆子，见到她倒是叫了句：潇潇，你这是去哪儿？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弄成这样子啊？亲奶奶，我想去河边找点吃的，我好饿。哎，丫头，这会儿河边除了草还有什么能吃的？哎，你等会儿，奶奶家中午还有2个吃剩的馒头，拿去吃吧。可怜见的。亲奶奶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这东西虽然不好吃，总比饿死好。这不是馒头，这是我的救命粮。要记住，点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今此一生不能忘记这2个馒头之情。陆志轩没想到来河边喝点水，竟然能看到这小毒鸭在偷吃，他还挺有本事的，竟然又偷到了吃食。果然是个打不死的贱命，竟然又在偷吃了。不过你也好本事啊，还能偷到吃的，厉害呀。蓝潇潇也没想到，到处都有这个冷心冷肺的陆志轩在。用力擦去眼中的泪水，蓝潇潇忍住了满腔的怒火与不平，然后默默地坐在大石上，慢慢嚼着手中的馒头。这一眼很冷，很淡漠，这眼神让陆志轩感到非常惊讶，嘴角一挑。陆志轩冰冷的双眸中却没有了任何温度，看都不再看蓝潇潇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我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相信老天终有一天会把我送回亲人身边的。天杀的陆石柱，你这个老变态，得让你儿子把你千刀万剐才对得起世人。对着河水，蓝潇潇把陆家人骂个够，然后洗了把脸，决定让自己继续脏下去，因为这张小脸实在是太可爱，太引人注目了。蓝潇潇知道现在的她没能力保护自己，她只有给自己上一层保护色，或许能长大一点，她一定要快点长大，强大到谁也不敢欺负她的地步。蓝笑笑这么坏，的确是三清梅言传身教而来的，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女儿，古人诚不欺我也。宁瑶，希望我没有看错你，否则这一世你会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砰的一声，隔壁屋里不知道什么倒地了，传来一声轻响，打断了陆志轩的思索。本想不理，所以隔壁的响动陆志轩听得一清二楚。妈妈，我胸口好疼，你给我摸摸。妈妈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到自己饿得去讨饭了。妈妈是谁？难道以前的蓝家还有个什么老仆不成？一刻钟后，村头赤脚郎中阿生爷家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绑成这样了？冰冷的声音。应该是被他娘把骨头给踩裂了。老人愤怒的声音。真是个畜生，
虎毒不食子，就算再不喜欢，这好歹也是他肚子里爬出来的吧，竟然下得了如此毒手，真是可恶啊！坤哥儿，这两人都太恶毒了，你得小心一些啊。陆志轩脸上少了些冷漠。爷爷放心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本来我不想理他，只是他要死了，我妹妹的仇怎么报呢？老人听了，抬眼看了一眼少年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孩子他还小，分不清是非，别让自己心里藏着恨长大。今天晚上好在有药在家，否则这孩子活不了几天了。毒丫头，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轻易的死了。阿生爷，他伤的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唉，这个姓孙的女人当真是比虎狼还毒，恐怕这个孩子从小也是被虐待大的。坤哥儿啊，爷爷摸了他的脉象，这孩子要是以后还这样饥一阵饱一阵的，恐怕命不长啊。命不长？可前世他不是一直活着吗？于是弯腰抱起床上的小人，目光变得淡漠而冰冷。谢谢阿生爷，银子要过些天才能给你，先记着。孩子，别放在心上，你娘是个好的，你也是个听话的孩子。阿生也相信你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，书不能去读了也别落下。好，我听阿生爷的话。夜很深，星星都快躲进云层睡觉去了。村路上，小小的身子在陆志轩的手中轻得如鸡毛一样。虽然他的目光没有了前世功力大进后的清楚，但是那小嘴在轻微的张合，他竟然也能看得见。蓝笑笑，你不要死，活着长长久久地陪伴着我孤独的灵魂。我恨你为乐，恨你为倔，恨你为生。如果你死了，我的辉煌给谁看呢？小小，你现在有没有舒服点啊？阿生爷爷，我没事，谢谢您关心。阿生爷看了已经走向前的陆志轩一眼，心中轻叹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这是去田里帮忙吗？是啊，阿生爷爷，我去帮忙种地，这就先走啦。蓝潇潇一路走一路想，哎，老天爷，给我一个看透人心的金手指吧！轰的一声，回答他的是天边的炸雷。哎呀，要下雨了！孙青梅回头瞪了他一眼，哼，下雨也得干，要不然下半年都得吃草。你敢偷奸夺揽，老娘我揍死你！你才吃草呢，你们全家都吃草，也就打了一个雷，过后便无动静了。现在他胸口还这么痛，是干活的时候吗？可蓝潇潇更清楚，在他没有能力弄死这对狗男女之前，他得学会保护好自己。死丫头，干活玩什么心眼？是不是你以后不吃啊？这样干活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呐？这一巴掌力气有点大，蓝潇潇的胸口痛得像断了一般。死丫头，你还有脸哭？打死你这个偷懒耍滑的！儿，别打成重伤了，万一打死了，不仅赔银子，还得赔命。陆志轩冷眼看着蓝潇潇被打得满地滚，仿佛老僧入定，眼前的一切都视为无物。孙青梅，我会记住你每次的毒打。哎，当家的，这谁家的内眷？好气派呀！竟然是做花轿进村呐！听到喊声，陆石柱这才示意陆志轩停下。莫不是老大家的丫头回来了？什么？菊花回来了？听说她很得县太爷宠呢，我猜测应该是她回来了。昨天大嫂还在絮絮叨叨着，今天菊花要回来呢。瞧我这记性，哎呀，一准是，我过去问问。跑了几步想起来了什么，又横眉立目地对着蓝潇潇喊道：哼，死丫头，你马上把种子捡起来，再把种得不好的重新返工，别以为能糊弄过去。如果今年的枣豆没长好，我一定扒了你的皮！哎呦，当家的大喜了，真是菊花回来探亲了！哎，我先回去报喜，你赶紧回来啊！这是那位12岁的菊花姐，屈服了命运安排，成了县太爷的小妾了，风光回乡探亲了。蓝潇潇眼中浮出冷笑，一个老头子的小妾有什么大喜的？当他看到陆石柱也回去了，感觉到自由的空气，心情莫名的好了点，没有人扶犁的。陆志轩也把肩头的绳子拿下来，坐在田埂上发呆。再不把那没种好的地给弄好，过几天秧苗出不来，
你就等着被你那独母给打死吧。打死就打死吧，反正现在活着也不一定就能代表下次活着。再说这样活着真的太痛苦了。这话一落，陆志轩冰冷的眼光扫了蓝潇潇一眼，潜意识这丫头后来变得越来越过分，难道是因为太痛苦，所以才想着让别人一块痛，她心才好受些？果然是心思歹毒。那你就去死吧。这话一出，蓝潇潇又快气死了，她气鼓鼓的想，哎，这熊孩子真是没救了，这么多。陆志轩，你九泉之下的娘知道吗？蓝潇潇，红军万里长征都能走完，难道你一个现代杰出青年、少年天才，被人家几句毒话就打倒了？嘿，赌一把，看谁输谁赢。想到自己是现代天才萌妹子一枚，蓝潇潇顿时勇气倍增。哥哥，人要怎么样才会死呢？人要怎样才会死？他还能更蠢些吗？陆志轩双眼冰冷，声音更加无情。容易，这里不是有稻草吗？操根绳子往树上一扔，然后往脖子上一挂就死了。你才当吊死鬼呢，你们全家都当吊死鬼呢。死孩子，总有一天你也会不得好死的，这么坏。等他看完结局再穿不行吗？这死孩子最后是怎样死了呀？他这么坏的人不可能活到寿终正寝吧？要真是这样，这作者君绝对是一个毁三观的货。哥哥，我不会搓绳子，树那么高也爬不上去，要不你帮我搓根绳子，然后帮我抛上去，再把我挂上好吗？你真想死啊？哥哥，这里好痛好痛，痛得晚上睡不着，刚才弯腰的时候更疼，这里可能断了，不死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哥哥，我知道你恨我唆使我娘卖了妹妹，可是那时我真的是迫不得已，因为我娘是一定会把她给卖了的，当时我只想讨好她。滚！会发怒的人就是感情丰富的人。暗自耸耸肩，蓝潇潇不准备把陆志轩的话放在心上。哥哥，别生气了，我害了妹妹，我以后慢慢还债行吗？你帮帮我吧，我真的身体里好痛好痛，一会儿我娘来了，我没把活做好，左右是要被她打死的。哥哥，求求你了。蓝潇潇知道未来的首府大人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感动，这种人的心性有多坚定，他测不到。哥哥，对不起，要是我死了，你就别恨了好吗？到了地府，要是我知道妹妹的下落，我会托梦给你的。话才落下，蓝潇潇脚下一滑，啊的一声，只见远处的少年一把拿过他的篮子，迈向那他没重新挣过的地。倒在地上的蓝潇潇嘴角悄悄翘了起来，哼，原来表演天赋才是他的强项呀。这边蓝潇潇的心在跳舞，那一边陆志轩抓了把种子在手，蹲下去把那些没种好曾经撒了的种子一颗颗重新埋好。哥哥，陪我去河边看看好吗？如果能抓到鱼，我给你烤了吃。哥哥，我跟别人学了烤鱼，从来没烤给别人吃过呀。我带了盐，我第一次烤给你吃行吗？第一次烤就烤给他吃。此刻他确实饿了，见陆志轩终于肯走了，蓝潇潇立即跑过去拉他的手，哪知却被轻轻地甩开了，头也不回地朝河边去了。哼，别以为姐是想牵你，熊孩子，今日不牵，到手姐的小手，你想牵也不给你牵。到了河边，直到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心中郁闷的蓝潇潇这才眼前一亮。哇，好美啊！目光看向河面，清澈的河水上不时有一串串泡泡从水底浮上来，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，蓝潇潇顿时双眼放光。真的有鱼，哥哥，真的有鱼呢！快来看，这里好多的鱼啊！可陆志轩只是淡淡的甩了他一眼，讽刺他是个二傻子一样。陆志轩明显拒绝了帮忙。蓝潇潇在河边转悠了一会儿，游泳他会，抓鱼他还真不在行，怎么办？甩了一眼事不关己的首府大人，蓝潇潇决定放弃脸皮求救。哥哥，你帮我抓鱼好吗？你多抓几条，我把大的都让你吃。可回答他的是陆志轩冷漠的双眼和沉默的背影。熊孩子不帮忙，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哼，姐就不信逮不着你们了。像做贼一般，蓝潇潇举着竹篮，踩着猫步，悄悄地朝水中扑去。砰的一声，人栽在了水里。鱼随着他的跌入水，溢过窄口，瞬间往下游去了。好多！老天爷，你还能不能再过分点啊？陆志轩站在河边，眼光平静的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。蓝潇潇，加油，你一定行的！给自己鼓励了一下，蓝潇潇才低头看看水洼，竟然发现水中还有好几条小鱼，顿时心情好了不少。走到水洼的下方，蓝潇潇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把横在水流方中间的2个大石梁挪开，然后又在它们周围堆上一大堆小石梁，这样大水流就只能从2大石梁之间往下流了。于是他把篮子卡在了2石之间。哈哈，竟然敢跟本姑娘作对，
这下你们知道姐的厉害了吧？这叫什么呀？自投罗网。哎，对，这就叫自投罗网。虽然鱼不大，可是竟然有1、2、3、4、5，足足5条。蓝潇潇顿时欢呼雀跃起来，她得意地从河水里走出来，还甩了待在河边的陆志轩一眼。哼，没有你，姐我照样抓鱼。他好想把烤好的鱼都吃掉，拿着鱼在鼻子边闻了又闻，考虑到未来人棍的命运，狠狠地咽了口唾沫，最后还是放下了。哥哥，快来，鱼可以吃了。河中的人似乎聋了，连头都没回一个，没人理他。蓝潇潇心中愤愤不平，聋了呀，一个毛孩子，玩生辰就真的以为自己就生辰了吗？只是一抬头，他却发现了不远处的景色，顿时看傻了眼。哼，服气了，这么瘦气的身体竟然有肌肉啊！哼，蓝潇潇一脸猥琐。不知道他的前面有没有腹肌呢？就在这时，某人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，一声冰冷甩了过来。果然是个没教养的东西啊！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吗？竟然这样盯着男人看！娘啊，羞耻！一个13岁的熊孩子，连毛都没长吧，还男人，男个毛线！嘿，我浑身上下几两肉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秀娘个头！蓝潇潇抽了抽脸皮，仿佛没听懂他的话一般，大声喊：“哥哥，鱼烤好了，你不吃我都吃光了。我跟你说，很香很香的哟，我的手艺绝对是超级赞的。你要是错失了品尝人间美味的机会，小心一辈子后悔。”他要真是13岁，肯定抵挡不了这哄骗吧。只是陆志轩发现嘴里的口水竟然明显增多，冰冷的脸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神情。叫了半天，河边的人就像块木头。不吃拉倒，饿死了。我娘正好省心，也不必花银子给你娶媳妇了。蓝潇潇懒得叫了，爱吃不吃，于是闭上嘴，自顾自地叼着一条鱼，美美地开吃起来。哇，真香啊！人间美味，能这样吃饱一回的话，真的死而无憾了。见僵尸脸终于过来了，蓝潇潇真想甩他几巴掌的，只是有贼心没贼胆的蓝潇潇狗腿地跑过去，把剩下的4条鱼奉献出来。哥哥，尝尝吧，真的很好吃。要是你厌恶我，就吃完鱼再厌恶好啦。你先忍一会儿嘛，忍一会儿，然后吃完再厌恶他。吃着吃着，淡淡的转向蓝潇潇，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神，陆志轩毫不留情地说：“别这样看着我，我讨厌你们毒母女。”你讨厌别吃啊，神经病！这么好吃的东西给他吃了，他这真是喂了狗了。哼，你讨厌我，只要你以后呢不找我报仇，本姑娘我恨不得离你千里之外，不，10万里之外。当然了，最好是相隔一个时空呢。蓝潇潇一脸委屈地抬起头，声音可怜：“真正毒的人是我娘，我才不毒呢。哥哥，书上还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呢。我不是改好了吗？以后我经常给你烤鱼吃，别恨我了，好不好？”陆志轩抬起眼光，像死神一般看着他，那眼光冷得让人发抖。想用烤鱼贿赂我，别做梦了。想用烤鱼贿赂他？这会儿谁用烤鱼来贿赂我？这辈子我蓝潇潇都感激他。蓝潇潇气呼呼地说：“那好吧，既然讨好不了你，那以后我再抓鱼烤了不给你吃，好心好意当成驴赶马费。就算我倒霉碰到你这样的铁石心肠。”毒丫头，我铁石心肠？这世上除了你们母女，还有谁的心肠有你们硬？敢背着我偷？行啊，我就看着你天天被你那个大毒妇打得死去活来的。你真的臭不要脸！竟然要挟这么小的我，还当哥哥呢？想让我孝敬你，你也对我好点啊！像你这样恶毒的人，你才是真正的毒！我要把你这种恶劣的行为告诉别人，让人知道你是多么的虚伪。陆志轩本来就是吓吓他而已，如今听到他牙尖嘴利的几句话，心中那份讨厌突然就加深了。小小年纪就这样坏，我干脆就灭了你。
就是快死的老头子娶的小妾回门吗？怎么弄得像《红楼梦》中的元妃省亲一般？还没等走进院子，就看见村子里的几个10岁到12、13岁的小姑娘聚在大门旁闲聊。菊花姐终于苦尽甜来当小夫人了。哎，你们看见她身上的丝绸衣服没？好光好滑啊！另一个圆脸杏花姑娘发现了蓝潇潇的身影。春花，你喜欢就跟菊花去啊，不是说她还缺使唤丫头吗？这杏花是村长家的小女儿，明显比这几个小姑娘有见识啊。这好事哪里轮到我？正说着，听到脚步声，看见蓝潇潇走过来，她立即压低嗓音说：陆家大娘看上潇潇了，人家是一家子，这种好事哪能落到我们身上？尽管这声音不大，走过来的蓝潇潇却听到了，心中强烈鄙视。各位姐妹，我实话对你们说，菊花姐姐嫌我年龄小，不会来事儿。你们谁想当丫头啊？尽快回去和父母说，否则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这话一落，春花的双眼顿时亮了。笑笑，你不是骗人的吧？当然是骗人的，不是骗人的我干嘛说？蓝潇潇小手指天，要是我骗人的话，我就是小狗。都是孩子。一听这誓言，除了杏花以外，其他人都想到什么，匆忙离开。看到这后果，蓝潇潇差点乐翻天。哼，这些傻妞真好骗。哎呀，罪过！若是你们不入地狱，难道我这聪明人去入地狱吗？突然，杏花好似看到了什么，理也不理他，立即像兔子似的跑出去。蓝潇潇抬头看去，发现陆志轩从院子里走出来，看见他目光闪躲，脚下走得更快了。轩哥哥，等等我！死丫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赶紧回去换身衣服，好事来了！随之，蓝潇潇感觉耳朵被揪起来，人被拖拽进去。被孙青梅拽进屋的蓝潇潇终于站住脚，看到木板床上有套半新的看起来面料不错的衣服。哎呀，死丫头，赶紧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，换上这套，再把头发梳梳。看看你这么大个姑娘，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玩，以后怎么嫁人呢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好好把自己收拾收拾，省得走出去了让人笑话。换好衣服，孙青梅又命令着去梳头洗脸。蓝潇潇又去洗脸，把头发梳梳。看了眼孙青梅的宝贝零花镜，里边的小丫头清秀可人，灵动的双眼清澈明亮。孙青梅上下打量她，心中非常得意。这可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，我家潇潇确实是美人胚子。蓝潇潇一听，顿时心中冰冷。孙青梅这是把她当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了，她绝对是不能去当丫头。蓝潇潇正寻找对策之时，有人把门推开了。母女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陆石柱。他推门走进来问：你们母女在干嘛？大哥家又来了不少客人，快去帮忙招待。话刚说到这儿，他就看见了打扮起来的蓝潇潇，色眯眯的双眼顿时亮了，喉结滚动几下说：潇潇，来爹这儿。蓝潇潇恶心的快吐了，刚想说什么，被孙青梅一把拉到身后。孙青梅满脸堆笑，朝陆石柱说：当家的，大嫂对我说，菊花想找个丫头给5两银子，她看上了潇潇，我把她简单收拾下送过去，一会儿我们就有银子拿了。啥？这死婆娘是想5两银子就把这丫头给卖了吗？陆石柱愣了下，贼兮兮的双眼贪婪地盯在妓女身上，相当不满地说：大嫂也太抠门了，才5两银子就想把人领走。志轩妹妹比她小几岁，还没她漂亮就给了5两银子，这家绝对不卖。真好，这老淫棍舍不得小美人儿，蓝潇潇差点跪了。当家的，你说的也是，5两银子确实少了些。哎，我这就带潇潇过去，多要点银子。见小美人走了，陆石柱心中好似有只小手在抓，痒痒的立即跟了过去。此刻，陆大家院子更热闹了。刚才蓝潇潇种的因已经有了结果，几个村妇带着自家丫头正在给陆大嫂介绍。鹅蛋脸的春花娘喜气洋洋地拉着换了身衣服的春花走进去。陆大嫂啊，我家春花说了，愿意去给她菊花姐。哎呀，瞧我这破嘴，是给小夫人当丫头，我们也不要5两银子，4两银子就可以了。抱着讲价心理的孙青梅拉着女儿走进来，听到这话，双眼顿时红了。这才多久，行情怎么就变了？她的脸顿时沉下来。春花嫂子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，别跟着掺和了。我们家自己的丫头都多着呢，哪里轮得上别人家？几位嫂子请回去吧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可刚才丫头们回来说，这陆家不是从村里选了个丫头吗？怎么又变成自己家里挑人？一看孙青梅得意的脸，顿时有人打起了退堂鼓，带着女儿往外走。此刻，陆大嫂正在打量鹅蛋脸的春花，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丫头愿意少1两银子。王巧云很快打定了主意，还是让女儿亲眼看看，免得落埋怨。当王巧云抬头发现有人因为孙青梅的话走了时，她不满地瞪了孙青梅一眼。老二家的，这是我家事，用不着你做主，我也没说从我们家里选人，我答应了可以优先考虑潇潇是不嫁，却不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人必须我女儿看过才成。菊花说选谁那就是谁，天皇老子来了也不行。这吵吵闹闹的样子，
成何体统？这话一落，顿时鸦雀无声，众人的表情都看在了菊花眼里。她慵懒地坐起来，看了眼几个小姑娘和走在最后的蓝潇潇。就这些吗？王巧云赶紧上前。对，就这些。不过呀，也不少了，有7、8个呢。菊花，你看看喜欢哪个吧？我看看。说罢，菊花的眼光落在了众小姑娘的脸上。老爷说了，让本夫人买一个丫头回去，只要跟了我，以后你们就吃香的喝辣的，还穿绫罗绸缎。你们谁愿意？我愿意。几个小姑娘异口同声地喊。春花小脸通红，喊得最响，只有蓝潇潇一声没吭，站在人群后一阵白眼。太搞笑了，有没有啊？不就选个丫头吗？怎么弄得好似皇帝选妃一样啊？这些小姑娘如此配合，让王巧云非常得意，特别是孙青梅那一脸的巴结，更让她得意不已。为了教训孙青梅，她故意对女儿说：菊花呀，看你今天有多让人眼红，县太爷这是多么的宠爱你，竟然出银子买个丫头陪你玩。你说吧，哪个丫头你最中意？选哪个？恐怕娘心中也早有人选了，要不然她怎么眼睛总是瞟着春花呢？这些姑娘中，蓝潇潇确实是最漂亮，而且这丫头跟她娘一样心眼最多最毒。就她这小模样，如果稍微大点，爬上老爷的床，以后不可能再有她的地位。她可不像天妒。从小一起长大的春花，尽管漂亮，却有点傻气，拿捏起来容易得多。只是蓝潇潇那死丫头竟然不回话。人都道她嫁进县太爷家多风光，只有菊花本人才知道那个老头有多狠。每一次把她叫去伺候，她几乎都是死去活来。唯一值得骄傲的是，她这一次能风光回村。虽然这一次她不会选蓝潇潇进县太爷府，你们母女一个想去的要命，一个好似不想去。行啊，我给你们机会，你们母女好好较量较量。娘，春花呢既老实又漂亮，我知道她一定会尽心做事。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再怎么着，潇潇是我妹妹，我要是有福不带她去享，那村里人得怎么说我呀？哎呀，就是，菊花去了县太爷家后就不一样了，就是这道理。菊花，你只要把潇潇带去，二婶以后唯你是命。陆石柱那个死家伙天天盯着这个死丫头，他可得早早提防。二婶，有你这态度，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好，菊花，你难得回来，二婶这就给你杀鸡吃去啊！他一脸得意大喊：二婶，我要吃大鸡腿！这一下，孙青梅连走路都在飘。2只大鸡腿都留给你。说你马上要去县太爷家享福了，恭喜了。恭喜他，这人就是想他过得生不如死。哼，想看我着急是吧？行啊，未来的首府大人，我让你一集看个够。哥哥，你已经听到了是吗？刚才菊花姐姐答应带我去了，听说县太爷家有好多的银子，我想等我到了县太爷家以后肯定会吃得饱，再也不会挨饿了。听说每个月还有月钱呢。对了，哥哥，我就怕你没命享那个福。蓝潇潇心中一跳，脸上却是仿佛不解的表情。哥哥，你是说县太爷会杀了我吗？为什么呀？菊花姐都过得这么好，我又比她长得好看，县太爷为什么要杀我呢？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好，想杀你的人多了去了。娘啊，太美也是罪过，这话蓝潇潇承认。哼，死小子，不给我出个主意，只知道说风凉话，你去死吧你！哥哥，我长得好就要被人杀吗？可杀人不是犯法吗？啊，人活着怎么就这么难？算了，既然都是个死，被人杀也是死，饿也是死，这样经常没饭吃，不如当个饱死鬼更强些。那你就去死好了，既然这么想死，就别在我面前晃。话一落，蓝潇潇差点破口大骂：死小子，谁在你面前晃了？是你自己找虐与我说话的。现在不想与我说话了？哼，迟喽！哥哥，我不想死的，我也怕死，而且我想活得长长久久的，好天天给哥哥做好吃的。我听张二狗说过，镇上大酒楼里的厨子做的菜比神仙做的还好吃。等我长大点，我就去跟他们学，学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。而且我还没有找到妹妹，所以我更不想死。可是现在总挨饿，还要挨打，我想我要是不离开这里，都快长不大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死与活是你自找的，算我多嘴。这就受不了啦，兄弟，好受的还在后面呢。哼，或许是孙青梅心情好，这天晚上蓝潇潇不仅捞到了一碗鸡汤，还吃了头一回的饱饭。到了县太爷家可得精明点，多听你菊花姐的话，听到没？陆石柱听闻犹豫道：梅儿，就5两银子，这也太少了，要不就别把这丫头送走了吧，要是养个3、5年，至少也能买个50两。3、5年，孙青梅确实是有这想法的，只是这些天她发现自家男人的眼光越来越多地盯着她女儿。银子是很重要，可是把亲生女儿送给自己的男人，她受不了。4
3、5年，你以为不要吃的呀？算上粮食，不一样没几两银子落吗？再者，去了县太爷家不仅有月钱，而且哪一天要是让县太爷相中了，是50两银子的事儿吗？今日侄女回门，那东西可是好几担呢。不说别人，就陆石柱看着都眼红，特别是自己大哥收了好几坛的好酒，几斤好烟，那可不少银子呢。当然，最让陆石柱眼红的是，连村长都来家了一趟。眼前这张小小的脸，就是让他心痒不已。陆石柱也是真有心想留住这个妓女，可那东西还是让他动摇了。要不玉菊花说说，看能不能多给几两银子？毕竟是自己的妹妹，多给点银子也应该吧？这不能吧？本来大嫂是想让菊花把春花带去的呀，而是看在自家人的脸上，她才说带了潇潇去。这要再提要求，万一她不要了怎么办？正当听得他们夫妻把她当猪一样论价时，干着急的蓝潇潇一听主意来了。娘，我与你说，你这样跟菊花姐说，她一定会同意多加银子的。哼，你会忠心我？别拿我当傻子。他扫了孙青梅一眼，心道这二婶就是眼红他在县太爷家穿金戴银了，春花买进去可以，可这个蓝潇潇太狡猾了，她绝对不会老实听话。二婶，你们母女这身上是什么味儿呀？太难闻了，赶紧去看看是什么臭味儿。菊花，我和潇潇都洗好澡过来的，怎么会臭呢？哎呀，我哪知道，刚才都不臭。哎呀，走，我快要吐了。菊花姐，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我身上不臭啊。哎呀，那就是二婶臭。突然发现一阵臭味从女儿的嘴里冲出来。你个作死的丫头，你身上弄到什么脏东西了？蓝潇潇心里乐翻了天。我的娘哎，这就吐了，满满的嘛。嘿，这鸡屎藤还真好用。娘，我身上没有脏东西啊，你看到处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衣服也是半新的，哪来的臭味啊？孙青梅一骂，蓝潇潇立马哭着跑了。我明明不臭，菊花姐，你不愿意带我去县太爷那儿享福就算了，为什么要冤枉我？屋外没人，蓝潇潇到了厨房，她赶紧把嘴里的臭味悄悄用盐给刷尽，进了洗澡间，把手中与脖子上的臭味打水洗干净，毁灭了证据悄悄的出来，却被黑暗中的一双眼睛吓着了。哥哥，这么兴奋，看来是给你加银子了。哥哥，菊花姐说我身上好臭，把我赶出来了。陆志轩想到河边抱她的时候，这小丫头身上明明还有一阵奶香味，哪来的臭？臭？是的，菊花姐就是说我臭，其实我哪里臭了？是她不想带我去，又怕人家说什么，所以她故意才说我臭。真是的，难道人一进了城就会变吗？以前的菊花姐姐可不是这样的，她一般都有话直说。哥哥，你闻闻，我臭吗？踮起脚，蓝潇潇把脸凑到了陆志轩面前，一股孩子的清香气味进入陆志轩的鼻尖，他发现这清新的气息闻着好舒服，脸一板，走开点，站这么近做什么？这么大的丫头也不知羞的，不带你去就不要去好了，难道你就这么想去送死啊？蓝潇潇心里乐开了花，熊孩子，你才13岁，害羞个毛线啊！不过呢，他会害羞就好。哼，姐姐我这头老牛啊，不吃嫩草，可不代表我不调戏嫩草啦。哥哥，你是我哥哥，我跟你站得近，怎么会羞呢？站在你身边，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啊。没有哥哥的姑娘，时常有人欺负，我有哥哥了，以后不会动不动就有人欺负我啦，我高兴。哥哥，你说这话，我知道，其实你是不想我去送死，可是我在家也会饿死的，而且娘总打我，我实在受不了。现在我胸口还在痛呢，这骨头肯定是断了。不信哥哥你摸摸。不过去不了也没什么，至少我能每天都看到哥哥。说罢，蓝潇潇就去拖陆志轩的手，以证实他真的受了重伤，仿佛快死了一般。可陆志轩却像被火烫了一般，把手收回来，想开口教训他几句，只是这水汪汪的大眼睛中只有欢喜，没有羞涩。这是因为他还太小了，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吗？不会了。哥哥，真的吗？是真的以后不会有人欺负我，不会有人打我了吗？明知故问，这个臭丫头，她会蛊惑人心。感觉上了当的陆志轩狠狠地甩了他一眼，然后进了自己的屋。气死我了！那死丫头也不知从哪儿沾到了脏东西，好好的把个好事儿给她搅没了，我要打死她！听说女儿没选上，虽然觉得损失了银子很可惜，但陆石柱却心中有一丝的暗喜。好了，这回没选上，下回再找个好人家卖了它，或许大一点能卖的银子更多呢。哼，你懂个屁！还有谁家比县太爷家好？我跟你说，县上皇家都比不上县太爷家。此时的陆石柱心里邪火上身，一下把孙青梅灌在床上，一阵乱啃之后，气喘吁吁地说：好了好了，
县里没有我们去常州府，再过2年，等那丫头长开了，找个大户100两银子也不在话下呀。被男人闹得痒痒的，听了这话，孙青梅这才吐出恶气。死鬼，一天不吃就饿死你不成？一天不吃我活不了。梅儿啊，生儿子咱们一定要生2个自己的儿子来，有了自己的儿子，咱谁也不靠。哎呀，死鬼，你就不能轻点吗？把床给弄塌了，我们睡到地上去啊！好媳妇儿，这床放心，我用的是最结实的木头打的，绝对塌不了。放心，别分心了，我要专心致志的才能生出儿子来。我两人动静太大，孙青梅叫声又响，这陆石柱嘴里的淫秽之语根本是不堪入耳。今日好不容易精神好一点的蓝潇潇被这一阵精神污染，顿时脸红耳赤，脑子里浮现出了河边的风景。死丫头，昨天晚上做贼去了是不是？天都大亮了，还打不起精神来，赶紧把火给我烧着！来了，娘，我马上就来。出得门来，孙青梅正在淘米，一见他立即吹胡子瞪眼。该死的东西，不叫就不起床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卖了。这个时候，蓝潇潇选择不回嘴，而是默默地干活。或许是他的老实，昨天晚上也许是被陆石柱弄得舒服，睡得极好，或许是不想让王巧云看笑话，孙青梅终于没有打他。吃过早饭，隔壁的院中重新热闹起来。王巧云说蓝潇潇年纪太小，做不了事，要重新选丫头。其实选丫头没有悬念，花落春花身上。春花娘一听菊花选了她女儿，顿时笑得声音震天。哎呦，小夫人呐，您放心，春花以后啊就是您的人了。她要不听话呀，由你拿捏，是大是骂，我们家呀绝不会多一句嘴。人群中看着春花娘那一脸的得意，孙青梅心中怨气没法出，气得脸青鼻子歪。回到院子里找女儿出气，却发现一眨眼的功夫，蓝潇潇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哼，臭丫头，有种你一辈子都别回来！此刻，蓝潇潇跑出去找陆志轩。头，昨天你说菊花让你去当丫头，是假的吧？哥哥，你还没下地啊？陆志轩有一种被人耍了的感觉，他一只千年老妖被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所耍，顿时心情非常差了。说，昨天是不是你故意欺骗我的？大手掐在他的脖子上，冰冷的眼神平淡无波。哥哥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，我朝天发誓。那为什么说你故意弄得一身鸡屎臭呢？完了，这事儿被揭穿了。蓝潇潇低下头，巴掌大的小脸上满满的全是委屈，好一会儿才抬头，声音越加楚楚可怜。哥哥，我并没有故意弄得一身鸡屎臭，是昨天的时候，在河边回来，我无意中拉了一把野菜，那种野菜就是那个味道的。你扯那个做什么？我爸晚上又什么都没得吃，想着实在饿得不行，就去煮点菜叶子吃，也省得饿得难受。而且我只知道那个猪能吃，没发现它那么臭呢。难道真的是这样？正想开口再炸一下蓝潇潇的实话时，就听见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和说话声。陆志轩不想让人看到他与蓝潇潇在一起，急忙把他紧靠到墙角，没事人似的贴在他身边，站在外面。说话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人也看清了。白忙了一场，让春花家的占了便宜。哎，算啦，4两银子，人家凭什么白给你？还帮你养孩子，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可也是，孙青梅啊，更是弄得满头包，最失落的就是她了，我也畅快了。那倒是，他那个样子实在太让人恶心了。昨天竟然以为就笃定了就是他女儿去一样，还赶我们走呢。哼，这下他长脸了。不过潇潇以后可没好日子过了。这俩婶子嘴真准，其实蓝潇潇也知道自己没好日子过了，只是她如今有一棵大树能靠呢。两对落选母女说话间走远了，蓝潇潇被挤在了墙角，闷得难受。陆志轩身上的汗渍夹杂着男孩的体味，让他感觉心慌慌的，这种感觉好奇怪。哥哥，他们走了，我们赶紧下地吧，一会儿被他们抓住又得被打了。陆志轩在想心事，没想到被蓝潇潇一推，脚下一绊，陆志轩摔倒在一边的草堆上，在他的手不小心拉扯下，拉住了蓝潇潇，让他光荣地倒在了他身上，睁着眼。蓝潇潇张着嘴，顿时连痛都忘记了。哥哥，好痛啊，我的嘴好痛，你的牙磕着我的嘴唇了，痛死我了。他的嘴好痛。陆志轩的脸这下真黑了，活了2世都没有女人亲过他的嘴，可这一世却被这个他立志要报仇的小毒鸦亲了。被亲了不说，竟然还说嘴痛。要不是身上这小身板实在太小，陆志轩怀疑蓝潇潇故意在勾引他，毕竟他有一个那样不要脸的娘。陆志轩收敛起情绪，声音也变得清冷与平淡。还不快起来！仿佛才想起自己趴在未来首府身上一般。蓝潇潇故意一身慌乱，7手8脚地爬起来，而且一爬起来还不忘记去拉陆志轩。
哥哥，我拉你，刚才我把你给压痛了吗？压？陆志轩是少年身成年心，这个压字意义太多了，他不敢去想。一个跳跃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稻草，他扫了无辜的小脸一眼，面无表情的大步朝田间走了。留在原地的蓝潇潇朝着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，然后伸手摸了摸嘴唇，眯眯眼。首府大人的嘴唇有点薄，冷冰冰的，没啥味道。穿过来的时候，蓝潇潇不过18岁，虽然少年天才，大学已经毕业，却是根本没有走上过社会，更没尝过爱情，自然他没尝过男人。突然他古怪的笑了，刚才是首府大人恼羞成怒了吗？哎，哥哥，一会儿你去帮我抓鱼，我给你烤鱼吃好不好？别追我！他害怕会被这声甜甜的哥哥面前消磨他的意志，动摇他的决心。蓝潇潇满头大汗的跑到地里的时候，陆志轩已在地里干活，他立即跑了过去。哥哥，我来帮你。陆志轩没理他，仿佛没听到他叫一样。不管他如何叫，陆志轩也不理他。蓝潇潇无奈，只得自己找了一把最轻的锄头，学着他截土。可能原主做过不少这种事，虽然力气小，但蓝潇潇发现做起事来还挺顺手的。就在他想休息一会儿时，突然看到路上过来了2个大人，立即张开笑脸，甜甜的叫了声：爹娘，我和哥哥已经长了不少地了。孙青梅本想抽着女儿一顿，可看她如此识趣，知道来干活，而且当着男人的面，她只能克制自己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，回头我收拾你！娘，你真的以为这当丫鬟的事儿是我弄坏的吗？说起这事儿，孙青梅就恨，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蓝潇潇故意一脸神秘地凑近孙青梅的耳边：娘，其实这个人选菊花姐早就定了春花，她不过是故意耍我们而已。怎么说？见他果然被勾起了心思，蓝潇潇心中乐开了花，可表情却是十分的愤恨。娘，你不想想，大伯娘会让我去跟着菊花姐吗？我长得这么像娘，菊花姐虽然长得不差，可是能比得过我吗？难道你不想想，我们一进陆家门，大伯娘那眼神是怎么防着你的？王巧云防他防得了吗？只要他孙青梅一个眼色，那死鬼陆时良还不乖乖地扑上来？哼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就他那丑样子，能防得了我吗？那咱是防不了的呀，可他就是知道防不了，所以他才总是想让你难受，他就恨不得你天天打我，好让陆家人说你狠毒。那天他还在爹面前说，都说母毒不食子，你这媳妇儿可真下得了手。后你给我学乖点，否则当人前不能脱你的皮，关起门来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这是他过关了，危险解除，让蓝潇潇心中窃喜。哼，我可告诉你，少给我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娘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哼，你不明白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死丫头，你可别给我打她主意，我就是让你打光棍，也不会让她进我家门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12岁，大哥都没有成亲，我哪能想这些？再说了，你还是个小屁孩呢，你想多了。我是你老娘，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在拉什么屎。我警告你，收起你那烂心思，否则我收拾你，听到了没有？娘真是管得宽，他的媳妇儿当然是要娶他喜欢的人了。娘不让他娶，他就不娶了。哼，等那丫头大点儿，他先把她拿下再说。听到了。或许孙青梅看在银子的份上，真的听进了女儿的劝。第二天晚上，竟然开口：当家的旱地就这么2亩地，自己种也就算了，可5亩水田马上就要开始种了，光靠你们爹俩这样翻地可不行啊！不这样翻，那要怎样翻？去借牛吧。借牛？现在这春耕之时，谁家的牛能借啊？那就去租吧，家里反正也不差这么几个银子，总不能把你们父子俩累坏了呀。去租？梅儿，你可想清楚你现在在说什么啊？当然清楚啊，我又不是老糊涂，这点事儿也想不清楚。哎呀，去租吧，春耕可是耽误不得，早一天把地翻出来，粮食就早一天长大。行，我晚上到村里几家有牛的人家去租租看。爹娘，朝王爷爷家比较好说话，而且我昨天从他们家地里路过的时候，他家的水田都已翻好了，要不去他家租？陆长旺家，村里人对他家不太喜欢，恐怕去别的人家租牛价钱太低的话租不来。陆石柱一听，觉得这小妓女确实是有眼光。你吃完饭我就去，明天我就用牛翻地。爹，那您好好的与长旺说说好话，让他把牛租给我们，要不然累坏了您与哥哥，我和娘都心疼呢。小妓女心疼他，他可真没白养他。放心好了，爹一定把牛给租回来。饭后，陆石柱信心满满的去了。可就在陆志轩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蓝潇潇时，他气呼呼的又回来了。什么人呢？又不是不给银子，竟然说租给别人了。孙青梅满脸惊讶：孩儿他爹，这长旺叔家的牛不租给咱？陆石柱脸色不好，好说歹说，就是不愿意，说什么已经租给别人了。我看啊，那牛好好的在篮里呢。这话一出，孙青梅恼了。这死老头子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家的钱不是钱啊！他不租就算了，我去石林家看看，他家也有牛，
就不信有钱租不到牛。当家的，明天我们就去镇上看看有没有牛买。我就不信了，没了他们的牛，我们家就不种地了。买头牛太划不来了，能用的也就那几天，可养牛却是年年的事。再者，买牛现在就能耕地的牛可不便宜，至少3两银子呢。一听到3两银子，孙青梅就肉痛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地没有牛，光靠你们父子俩犁出来，肯定要耽误季节。陆石柱看了看儿子，坤哥，你说怎么办？陆志轩只看了他爹一眼，然后一言不发的就走了。这一走，气得孙青梅大跳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，读这么多书，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。好在没让他读了，否则等他有出息了，连你这亲爹他都不认了。蓝潇潇见陆志轩走了，留在这里不安全，他立即跟着跑出去。哥哥，你去哪儿？等等我！可不管他怎么叫，前面的少年郎腿太长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追到门外，人已经早就没了踪影。蓝潇潇还没回去，就听得孙青梅在叫：“死丫头，你去追他做什么？”娘，你不是说了让我表面对他好点吗？我这就是让他知道我关心他呢。孙青梅不信。真的？蓝潇潇搂着孙青梅的手。娘，那个王巧云啊，一天到晚就巴不得我们家不和睦，他更巴不得哥哥与我们生分，所以我要巴结他呀。说到王巧云，孙青梅就恨。哼，算你懂事。不过我要是知道你在糊弄我，看我收拾你。不糊弄你？难道我糊弄未来首府大人呐？我又不是个傻的。蓝潇潇扬起笑脸。哎，娘，我跟你最亲了。娘，我给你打好洗澡水了，你赶紧去洗澡吧。或许女儿的伺候让孙青梅高兴了，终于她再没有骂蓝潇潇而去洗澡了。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给你烧好了洗澡水，你赶紧去洗澡吧。明天一大早我给你洗衣服。可热脸孔又是拍在了冷屁股上。未来首府大人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进了屋。看着这孤傲的背影，蓝潇潇撅着嘴，一脚把地上的石头踢去，一不小心被石头踢痛了脚，他轻叫了一声：“哎呦，痛死我了！”坤哥，这是不是阿生叔家的牛啊？可没人回答他。看着继子孤瘦笔挺的身影，他的无礼让孙青梅满腔不满，一把拉住陆石柱：“有牛就行了，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既然是他借来的牛，自然不必你多管。哎呀，走，赶紧翻地去，早点把种子播下，一场春雨下来就发芽了。”这个孙青梅蠢货就蠢货，总讲都没用，就整一个花瓶，他是不作死，自己就不放手。哥哥，这真的是阿生家的大水牛吧？它好高好壮啊，肯定是每天都吃得很饱吧？哥哥，我看爹带了镰刀，一会儿休息时我割草给他吃。哥哥，傍晚的时候你去割草，我去放牛好吗？蓝潇潇说了小半天，陆志轩连嗯都没有嗯一声，心中有点泄气。之后他继续装嫩：“哥哥，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我要牵他到多草的地方去吃草，你要割点青草放在牛栏里，喂得它饱饱的，感谢他帮我们耕地。”走快点，摸什么羊狗？扑倒！有了牛，为了赶春雨，接下来全家人摸爬滚打，开始种田。休息时分，看着这平整的田面，陆石柱心情格外的好。潇潇，过来！听到这喊声，蓝潇潇浑身一抖。爹，你有事吗？是不是想喝水啦？啊，不是，早上出来，你娘烙了几个饼当点心，来爹这里吃。蓝潇潇没起身，陆志轩走了过去。我也饿了。面对这冷冰冰的儿子，陆石柱是真不敢放肆。虽然他怀疑这儿子不是他的种，可是毕竟他只是提前1个来月早产而已。哥哥，给你吃，这边我没有弄脏。陆志轩虽然依旧是沉默少言，可蓝潇潇发现他终于对自己的刻意讨好没这么厌恶了，硬邦邦说了句：“不用。”哥哥，我肚子小，已经吃饱了，你吃吧。你干的是重活呢，一会儿还得拉爬。牛是借的，陆志轩真心不想接，可蓝潇潇眼中那可怜楚楚的样子，仿佛他不接他就要哭出来的表情，让他手比心快。半个饼子3、5口就下了陆志轩的肚子。吃完他就站起来往田对面走去了。蓝潇潇不知道他去做什么，躲在树荫下盯着他的背影。不一会儿，去方便的陆石柱回来了，一见儿子不见。哎，潇潇，哥哥呢？爹，哥哥去那边方便了。小妓女的小脸虽然很美，可实在是太小。陆石柱吞了口口水，去叫他回来，得再干一会儿，要不然今天就干不完，明天就不能拨水稻了。能逃开陆石柱的眼光，蓝潇潇巴不得。闻言，他朝着陆志轩的方向飞跑而去。哥哥，爹说要开始干活了。不一会儿，陆志轩从坎下走上来，板着脸手一伸：“给你吃。”蓝潇潇一看他手心的野果子，顿时双眼亮晶晶。哇，好红啊！哥哥，你在哪采的杨梅子？真的给我吃吗？陆志轩根本不应他的话，把杨梅子往他手上一放，抬脚就朝自己家的地去了，只留下一脸傻笑的蓝潇潇。杨梅子就是现代的野草莓。蓝潇潇小时候生活在乡下，她的性子与男孩子相似，这东西她没少吃过。转动着闪亮的大眼珠，
伸手捏了一颗扔进了嘴里。哇，这古代无污染的东西果真是甜呐！哥哥，你慢点儿，这个可甜了，你也吃一个。爷，你先走，我捞点泥上来，把这根甜绳筑好，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太阳好晒。只要不叫他干，陆石柱都无所谓。弄好了赶紧回来，下午还得干活呢。知道了，实在不行，你把饭菜带这边来吧。陆石柱觉得有理。行，那你们干着，一会儿我把饭菜带来。陆志轩有多累，蓝潇潇不做都知道。人当牛使，这是什么时代呀？说实话，蓝潇潇有点心疼这个13岁的少年郎。哥哥，你这会儿肯定很饿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慢慢弄好。可回答他的只有甜爬入水的声音。未来首府大人非要帮他，蓝潇潇也不矫情，多一点两人相处的机会，他才有机会撩他嘛。一条甜梗刚糊完，陆石柱与孙青梅已经来了。果然看到糊好了的甜梗，孙青梅终于没有开口骂骂咧咧。吃饭。吃好了赶紧回来干活。听到这话，蓝潇潇是真想一巴掌甩在孙青梅的脸上。这他妈的还是人吗？就算陆志轩不是他生的，可这蓝潇潇总是他生的吧？两个孩子连中午饭都没有吃，这就想着让他们干活，这个女人死了活该。哎呦，翠花酸菜就是好味道啊！翠花是谁？突然一声，蓝潇潇惊扰的张着嘴。啊，谁是翠花？翠花是谁？谁是翠花？翠花到底是谁？谁又是翠花？蓝潇潇抽抽嘴角，他知道个毛线啊，广告上的人而已。哎，翠花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大娘，她做的酸菜可好吃了，是用猪肉炖的。哥哥，等我们赚了银子，我给你买猪肉炖酸菜。拿猪肉去炖酸菜？陆志轩无言的淡淡扫了蓝潇潇一眼，低头吃饭。哎，刚才他怎么不说地府有个鬼叫翠花呢？果然急中生智这事儿还是得小心些。一天下来真是累成狗了。明天看来又是一个晴天，满天的星光在天空闪烁。蓝潇潇端着冷水盆，拿着药膏进陆志轩屋子里的时候，他已经睡在床上了。哥哥，你睡了吗？床上的人没理他。蓝潇潇把冷水盆放在地上。哥哥，我知道你没睡着呢，我从阿生爷家要了点药膏，帮你涂在肩上哈。出去！哥哥，你肩上肯定受伤了，涂点药吧。让你出去！这声音真的很冷。可当他想起今日陆志轩给他栽野草莓、涂田埂的事，他毅然走上前。哥哥，你要不喜欢我碰你，那我的手绝对不碰到你。但是这样必须得涂，要不然这天气一热一泛滥的话，你会出大事的。我让你出去啊，是不是聋了？我就不走。今天中午我让你走，你也不走，非得饿着肚子帮我干活。我现在也不走，除非你让我帮你肩上涂好药再走。陆志轩咬牙，再不走我杀了你。哼，你杀吧，反正活着也只是暂时的，死在他的手上还不如死在你的手上，反正人总有一死。毒丫头，别来惹我！我就惹定了。如果你不想我惹你，那你就杀了我吧，大不了18年后姐夫是一条好汉。换个方向。涂好药花了快半个小时，见药都干了，蓝潇潇站了起来，把药放在桌上，正准备走，没想到某人开口了。我不会感谢你的。我没有想过让你感谢，这就当做你今天帮我的谢礼。说罢，蓝潇潇端起地上的水盆，吹灭灯光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早饭之后，大家各自拿着工具、种子往田间而去。陆石柱与孙青梅走在前面，蓝潇潇扛着田铲走在中间，陆志轩扛拆耕走在后面。虽然天才微微亮，可田间已经到处都是春播的农人。一会儿把这个垫肩头上，别虐待自己，累死累伤了，没人会疼惜你。说罢，蓝潇潇小跑几步跟上了前面的脚步，而后面陆志轩把手中的东西打开，双眼终于有了神色。虽然是破棉衣剪出来的，这针脚也是丑得见不得人，不过用处还真大。接下来几天，全家人摸爬滚打，终于把田种完了。农村里农忙一来累成狗，农忙一过倒是清闲了不少。哥哥，你去哪儿？陆志轩没想着去哪，只是觉得看书看烦了，只想出去走走。回头看着这小跟屁虫，拿着书，陆志轩头也不回地往河边方向而去。蓝潇潇一见，立即悄悄溜进厨房，用树叶子抓了把盐，又拿起早起就悄悄藏好的小瓶子，飞一般的朝陆志轩的方向而去。哥哥，快吃鱼，热的时候香。哥哥比我大，哥哥吃大的，我吃小的。陆志轩似乎习惯了蓝潇潇的献媚，绷着脸接过那几条烤得香香的3条大鱼，仿佛没看到蓝潇潇流口水的模样，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。侧身看着慢慢吃着烤鱼的陆志轩，蓝潇潇突然发现他吃东西的样子真的是太优雅了。嘿，哥哥，我手艺不错吧？我长大点就去镇上酒楼学厨艺，等我们有钱了，我就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仿佛看白痴一般，陆志轩深深地看了他2眼，然后双眼继续看向手中的烤鱼。蓝潇潇很快被这肃杀的眼神给镇住了，这眼神也太可怕了，这是一个少年的眼光吗？怪不得未来能当首辅啊，小小年纪一个眼神就能吓到人。如果他真是蓝潇潇，铁定会被这少年吓得不敢近身。嘿嘿，蓝潇潇傻笑着，哼，好在姐姐我来自未来，臭小子，以后好好回报我今日对你的好吧。哥哥，我想去山上看看。这毒丫头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听说那山上有鬼，别没事整事儿。山上有鬼？听了这话，
蓝潇潇眼珠乱转，怪不得这几天一直在这种田，没看到有人上山，原来是有鬼。哥哥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万一山上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可以烤给你吃的。这个丫头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个姑娘吗？动不动就拉男人，什么习惯？不许碰我，听到了没有？死小子，谁想碰你了？连毛都没长齐的熊孩子，今儿可没这猥亵啊！为了吃饭大计，蓝潇潇一个踉跄站定后，委屈地咬着小嘴。哥哥，人家没碰你，是拉你。看着小模样，陆志轩突然想再去吃一口那小嘴，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很甜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吃过女人的嘴。那也不行。一股萧杀的冷意袭来，蓝潇潇莫名打了个哆嗦，气哼哼地想：不就是碰他一下吗？干嘛这么生气？难不成他有什么怪癖？哥哥，为什么不能碰你？你是我哥哥，难道牵你的手都不行吗？你说过的，以后会保护我不被人打的。可是要让人知道你连手都不让我牵，那铁定是不认我这个妹妹了。少废话！哼，这个发回来，我都说的这么可怜了还生气，不就碰你一下吗？你又不是唐僧肉，碰都不让人碰。哼！哥哥，我不说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太不知足了。是他太不知足了？对，这话没毛病。哼，熊孩子又心软了吧？哼，还早着呢，等着哈。想去山上看看可以啊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哥哥，你说吧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听你的话。第一，不许乱跑；第二，必须听话；第三，不许胡闹往我身上爬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压你。要是不小心压痛你了，我给你呼呼。哥哥，等等我。哥哥，你慢些走慢些走妹妹，我的腿太短，你别走这么快陆志轩默默地踩着乱草往山上走，蓝潇潇吃力地跟上。这山也太远了，好累啊。两人吃力地走了一会儿，周围不是树木就是乱草，显得相当的安静，只有几只麻雀在头上叽叽喳喳地叫，丝毫看不见其他小动物的踪迹。臭丫头，在偷吃什么呢？哥哥，这叶子好好吃呀。陆志轩嫌弃地打掉他手里的叶片。你怎么什么都吃，也不怕毒死你？蓝潇潇可怜巴巴地说。哥哥，刚才走了这么远的路，肯定与我一样饿了。看着叶片肥大鲜美，很可爱，所以就先尝尝。我想如果没咬死我，哥哥就可以吃啦。清脆的童音加上讨好的微笑，以及这迷死人不偿命的语气，刺进了陆志轩的心房，冰冷的心暖了暖。目光变了变看过去，发现臭丫头捡起叶片呆看。毒丫头又发傻了。哥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有吃的了。从来没有沾过女子的陆志轩突然被人扑倒，纵然扑倒他的是个仅8岁的小丫头，内心也是崩溃的。看着这快乐的要打滚的小丫头，顿时是满头的黑线。臭丫头，我对你说过什么的？不许碰我！你说什么吃的？就你拿的那个叶片，我才不吃！放手！哥哥，我压痛你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呼呼好吗？看着眼前这傻乎乎的毒丫头，陆志轩差点暴走。呼呼，他又说呼呼，咬着牙，几乎是从牙缝里发出的声音。滚开！完了，刚才他真的是做的有点过了吗？不就是不小心摸了你一把吗？我还是个孩子呢，生什么气？哼，不过是一个用来解决生理需要的器官，臭烘烘的，你以为姐爱摸啊？要摸，我不如摸两把脸呢，至少划手。又把人惹怒了，怎么破呀？眼一转，蓝潇潇看到了地上的东西，郁闷的脸变得兴奋起来，瞬间往前跑了2步，然后蹲下，找了根树枝，对着地上拼命地挖了起来。陆志轩终于被蓝潇潇的蠢样给蠢清醒了，他与一个孩子较什么劲？闭上眼，陆志轩满脑子都是蓝潇潇那要呼呼的蠢样子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定力越来越差了。有好吃的啦，哥哥，你看，哥哥，这个可以吃的，没发芽，毒不死人的。陆志轩冷冷地看着一腔热情的蓝潇潇，声音没有一丝的起伏，仿佛他根本不饿一般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地瓜呀。地瓜是什么东西啊？地瓜又叫红薯，也有人叫它金薯、甘薯，是除大米外另一种主要食物。说着说着，蓝潇潇呆傻，难道这个世界还没有人发现红薯能吃？天哪，这可是主粮啊！怪不得这世界的人总是挨饿，为了吃饭可以卖儿卖女。原来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们竟然不知道能吃。哥哥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永远不会挨饿了。看着手中泥乎乎的红薯，蓝潇潇朝着小溪间飞奔而下。哥哥，你等我一下下哈。哥哥，拿着。陆志轩冷眼看了看他，默默无声地接住了。不管这么多，他一接，蓝潇潇就高兴了，张嘴咬了一口，嘎吱嘎吱地吃了起来。哥哥快吃啊，很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好好吃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这个小丫头怎么知道这东西能吃，而且还能当粮食呢？一扭头发现陆志轩拿着那半截红薯并没有吃，而是一会儿看看他，再一会儿又看看他，一脸的凝重。
哥哥，你怎么还不吃啊？你不敢吃吗？真的能吃，吃吧！你是我唯一的哥哥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害不了我，我害不了你。好啊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龙哥浅滩遭虾戏啊！你这不就是气我现在只是兽祭司的身体吗？哼，熊孩子，给姐3年，我掐不死你就不信了。我是害不了你，所以哥哥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吧。陆志轩并没有如他所愿，依旧是看着自己手中明明是个树根，却被他说成是鼠的东西，双眼清冷。你怎么知道它能吃啊？它的名字，老实说来。哥哥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只鬼啊？我看你就是只脏鬼，上身看着就恶心。我不敢弄得太干净了，我怕爹爹那种眼神。抬起头来说。哥哥，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叫小莲的姐姐，就是她娘从外面带到村里来的，嫁给了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光棍。小莲姐姐长得好看，和我也非常要好。可后来有人说她爹每天晚上都要去跟她睡。哥哥，我看过小莲姐姐爹的眼神，我们爹的眼神与她很像，让我有点害怕。我不喜欢跟爹睡，他打呼噜太响太吵，我睡隔壁都听得到。还有他说话时口气好臭，闻着一口就会吐掉。所以我身上要是又脏又臭的话，他肯定不会想着要跟我睡了。陆石柱，你这个畜生，只要让我发现你有一丝端倪，你就早早去死吧。你跟我换一个房间。不，哥哥睡我那边也不行，你白天做重活，晚上还要看书，更不能吵你。我不怕吵。那对狗男女3天2天的叫春，万一把你给刺激了，一下就把那杏花给上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这么狠，杏花有那么多的心眼儿，我还有活路吗？哥哥，我们换房间，他们肯定要来过问，到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呢。要是哪天他们太吵了，我来跟你睡好吗？男女7岁不同席，他竟然说要跟他睡，不行。哥哥，我自己睡，你别为难，你赶紧把这个东西吃了吧，吃完了我们再说话，肚子饿很难受的。树根刚入口，一股淡淡的清香，丝丝的甜味便充满了味蕾。嘿嘿，哥哥，这东西生吃很容易长蛔虫，烤来吃、煮来吃、炒来吃，味道更好。只是现在是播种的季节，它们基本上都发芽了，能吃的不多，不如我们自己来种些吧。你知道怎么种？当然，世人都不知道它能吃，你却知道它能种，从哪儿学来的？地府呀。胡说！哥哥，我只对你说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我在地府真的待了3天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地府1日，世间1年，那阎王是这么说的。我做了坏事，到了地府，阎王爷罚我做苦工，我就跟着地府中的坏鬼种了3年地。想到自己，陆志轩的意愿动摇了。难道这是真的？怎么种？哥哥，你看到这地上青青的藤叶了吗？这些藤叶等它们长到这么长的时候，可以无根掐下来，直接栽种在地里，然后施肥、拔草、翻藤。等秋天的时候，它的根上就会结出一大串的河水来。结出一大串？真的？哥哥，这世上我骗谁都不会骗你。家里的地都种了粮食，菜园子又没分家种。我知道那里有块荒地，那边没人去。明天我翻出来再去种。好，哥哥最棒。说定了未来的种植计划，蓝潇潇的情绪又上来了。哥，我要不说，那怎么让大家都知道这些个红薯是能吃的好东西呢？由我来办。如果你不想死，就闭上你的嘴。先去河边再回家。蓝潇潇看了看袋子里的地瓜，差点抓狂。好在山路也走到了尽头，终于看到陆志轩已走到熟悉的河边，似乎他正在挖坑埋东西。熊孩子，千万别晕头把地瓜的事抖落出来，否则姐饶不了你。哥哥，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呵呵，潇潇妹妹，真巧了。杏花，我比你大，你应该叫我姐。哥哥，我们回家吧，再不回去娘会打我的。就这样吧，谢谢你，杏花。被甩出去几步，陆志轩，你够了啊！老虎不发威，你真当我是病猫了是吧？哎，世轩哥哥，不要客气啊！叫这么甜有什么用？你真以为他会把你当妹妹啊？呸！像你这么恶毒的女孩子，现在芝芝踪影全无，轩哥哥会恨你一辈子。他再恨我呢，我也是他的妹妹，我还是叫着他哥哥。可你呢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他看不上你，因为你太丑了。蓝潇潇，你才丑，你又丑又脏又坏，轩哥哥才看不上你呢。杏花，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哟，我娘带我进陆家，就是打算把我给我哥当童养媳的，而且我比你好看，他肯定会喜欢上我，你就回去哭吧。蓝潇潇，你这只狐狸精，你根本配不上轩哥哥，你休想给他当媳妇儿。哎，会生气啊，真好。小丫头，跟姐我这只千年老妖精斗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我不管陆志轩将来有多少女配，更不管是直是弯，在我没把他大腿抱紧之前呢，你们都得给我统统撤退。想不想这不是我的事儿，而你亲事都由爹娘做主，最重要的是我娘同意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嫁给他吧。杏花妹妹，别哭哦，你已经很丑了，再哭肿了眼睛就会丑成癞蛤蟆哟。蓝潇潇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轩哥哥是我的，你别做梦。是
是吗？杏花，那我们就走着瞧呗。哥哥，等等我。一会儿他一个人进院子，被那孙毒嘴看到了，肯定又是一阵骂。蓝潇潇心凉凉的，干脆不追了，手扶着栅栏，像条狗似的在不远处喘息。潇潇，你在做什么？突然关心的声音传来，蓝潇潇转回头看看，原来是满脸皱纹、头发枯萎的庆奶奶。想起2个救命的馒头，一股暖流涌进了心田。庆奶奶好，我去村外玩刚回来。哎，这孩子赶紧回去吧，刚才我听你妈在喊你。庆奶奶，那我回去了。死丫头，跑哪去了？一天都没看见人影。娘，今天我守了1天的田，我们家的庄稼长得最好，村里头好多小鬼放牛都不认真，我怕别人让人家的牛祸害我们家的地。哼，鬼才信，多大丫头了，就知道玩。明天闲的没事跟我去挖野菜去。你个死丫头，回来了又死进房间生崽是吧？还不赶紧出来烧火，一会儿没饭给你吃。不吃就不吃，今天你饿不死我。蓝潇潇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出来，默默地抱了一把柴火进厨房。见孙七梅又要骂蓝潇潇，立即压低声音：娘，你老这样骂我，某些人听到了可高兴了呢。其实他也不是想骂人，只是骂人成了习惯，看到这个女儿就老是想起老猎户，这骂人的话就夺口而出。果然孙七梅一伸头，王巧云就好死不死地站在院子里，还朝这边看呢。只听得她叫着小女儿：水仙啊，娘让你把鸡关进去，你有没有关啊？水仙立即跑了过来：娘，我都关好了。好好，你就是听话。明天早上等鸡生蛋了，娘明天早上给你们几个蒸鸡蛋哈。娘，你真好。那当然，你们可是我亲生的，不对你好，难不成我对外人好啊？对了，你爹人呢？看着他收工没有？叫他早点洗澡，晚饭就快熟了。一副母慈子孝的场面，果然狠狠地刺激了孙七梅。她阴沉着脸不说话，蓝潇潇就更不敢说话了。烧好火，蓝潇潇主动去关鸡进笼。从下山起，陆志轩都没有甩过蓝潇潇一眼，而蓝潇潇这1天下来也是累成了一头牛，根本是没空想太多。一倒上床便陷入了沉睡，肚子太饿了，睡不着了。蓝潇潇想起修炼10年的空手道，觉得有必要找地方练习，心想何不趁着清晨去练习呢？清晨微弱的晨曦下，空气感觉格外的清新。河边隐约有个人影在晃动，手上拿着一根木棍当剑，挥舞起来呼呼风声。细瘦的胳膊舞动的有模有样，身体的动作越来越快。熊孩子平时装的真像，他真的会武功。哥，你的木棒比画的太好看了，比戏中的武生耍的好太多了，刚才我看呆了。你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说，还能做什么？偷看你小鲜肉呗。蓝潇潇悄悄的嘟嘟嘴，天天冷着一张脸，我进了你的米还了你的汤啊。哥哥，刚才我起来饿得不行，想去对面洗只红薯来吃吃，不是无意走到这来的，真的不是有意的哟。哥哥，原来你真的会武功呀，好厉害呀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毒丫头，别以为昨天找到了吃的我就会感激你，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不要让我看到你。如果一味的像只没骨气的哈巴狗一样缠着陆志轩，别说喜欢，甚至他会更加讨厌自己。此时他被骂了，蓝潇潇觉得此时正是表现骨气的时候。走进河边，蓝潇潇把鞋子脱下拿在手上，不停地打探着河面，准备找个下水的地方。他想逃离这里，逃离这个冷心冷肺的男人，逃离这个冰冷的世界。至于去哪儿，他没想过，只想让这流动的河水把他带走。哪知刚走2步，一声怒吼从背后传来：想死是吧？你没看到那边是急滩吗？想死，等我离开这里再死，别拖累了我。蓝潇潇本来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如果他不穿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，现在的他不知在哪儿享清福。悲从胸来，2滴眼泪根本没有准备就掉了下来，静静地流着，无声无息。手足无措的陆志轩把蓝潇潇抱着放在大石头上，然后默默地往埋地瓜的地方去了。这个哈巴狗似的继妹，他实在是没心情演了。没等陆志轩回来，蓝潇潇穿好鞋子站起来，默默地走了。等陆志轩洗完地瓜回来，发现蓝潇潇不见了，不知好歹，不吃我吃。刚走进院子，就听到一阵哀嚎，正是孙青梅那泼妇骂女儿的声音。他的心顿时揪起来，脚下的步伐也加快了。刚到门口，就看见孙青梅扬起碗口粗的棍子，就要打在蓝潇潇的头上。毒丫头，你个笨蛋，你在生什么气啊？我不是就骂了你一声滚，让你滚得远远的，这样就能让你自残了吗？想到河边的情景，陆志轩顿时吓得出身冷汗，双眼中燃烧起了浓浓的怒火，闪电般的冲过去，不管不顾地抓住了泼妇的棍子。她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打死她不后悔吗？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还算不算是个人呢？孙青梅只是想吓唬蓝潇潇，她只想教训她，好让她知道乱跑的下场，却没想到有人拦住。哼，当家的，我就说这小混蛋狼心狗肺，如今就和我动手，哪还把你这当爹的看在眼里？哥哥，我活着好辛苦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哥哥，反正早晚都是死，
其实饿死了也好，下一次投一个好胎，我天天吃大肉。孙青梅还在叨叨地朝陆石柱告状，陆志轩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弯腰抱起地上的蓝潇潇，一言不发地进了屋，把人放在床上。陆志轩双眼冷冷地盯着他，这就想死了是吗？蝼蚁尚且惜命，何况你这个人呢？想死容易啊，一根草绳就能了结了，还有那河堤上的黄藤，一把下去绝对肠断肚穿。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万一下一回投胎投成一头猪的话，就只能被人吃肉的份儿了。死好容易，活着才难。在蓝潇潇陷入昏迷之前，他脑子里一直停留着这句话。他这是死了吗？脑子昏沉的蓝潇潇看到自己被锁在瓦罐里，陆志轩拿着老鼠非让他吃，他尖叫着推拒着，一阵阵的恶心不停地往外吐。陆志轩看着怀中满是药汁的小脸，脸色漆黑，声音低沉：阿生爷爷，怎么办？他吃不下去了。轩哥儿，这高烧好不容易用针灸降下来，要是这药下不去的话，这高烧恐怕还得继续起来。这样吧，你把药给他喂下去。喂下去？怎么喂？陆郎中说：你用嘴含药，直接送进他的喉咙，然后迅速堵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吐出来。哈，这下陆志轩呆滞了，他是不是多管闲事了？反正她是你妹妹，而且年纪还小，没什么的，救人要紧呐。来，先喝点水再睡。既然被发现了，蓝潇潇也不装了。梦中的情景太惨了，他得振作起来，于是便坐了起来。你怎么跑到我房间来了？就怕你死了没人收尸。天气热了，站在房间里，这整栋屋子都没法住人了。你才会烂在屋里发臭呢！哼，你烂了我都活着好好的呢。既然不想死就起来，去洗把脸，把饭吃了再喝药。他生病了。蓝潇潇揪着小脸问：我病了吗？没病，只是半死了。什么人啊，一开口就呛死人。不过蓝潇潇知道，原来是他病了。梦中他吃的不是老鼠，而是他灌的药，怪不得那么恶心。眼见着蓝潇潇饿的一声往床下栽，陆志轩一个箭步把人拎住，轻声呵斥：连下床都下不好了吗？再受伤了，我可没银子给你捡药。你带我去看病了吗？那银子还欠着阿生爷爷的，现在记在账上，到时候你自己去还。瞬间蓝潇潇仿佛被打了鸡血一般，展开如花的笑颜，抱住陆志轩的胳膊：哥哥，我一定会还，等我长大了赚到了钱，我一定会10倍的还。别忘记付利息就是了。记住了，哥哥。这一天是蓝潇潇到这个世上觉得最美好的一天，因为她今天感觉到了陆志轩的真心。哥哥，我吃不下了，多吃点，吃少了病就好得慢。别再病了，再病了我不理你了。不理？我还真当你不理了呢。我实在吃不下了，肚子不觉得饿，嘴里又太淡，一会儿强行吃了肯定会吐掉。哥哥你吃吧，我没弄脏，别浪费了。这可是陆志轩冒着细雨去河边烤来的红薯，他自己只吃了2个小的。吃了它，不想吃慢慢的吃。你听话的话，等天晴了，我带你上山打野兔。哥哥，我不是吃货。素来从不笑的陆志轩看他这么可爱的样子，不禁莞尔。或许好好引导他，不会再变得那样坏了。不行，这男人有毒，不能看。蓝潇潇，你讨好未来首府大人的目的可是为了保命，千万不要对一个小鲜肉多想。妈妈咪呀，切记切记，这个男人有毒。第二天天晴了，走出房间门，天才蒙蒙亮，不敢让孙青梅知道他醒了，于是他悄悄绕到后屋，往茅厕走去。大哥，你干啥呢？竟然偷看弟妹上茅厕，还要不要脸啊？哼，孙青梅，你现在看都看不得一眼了。以前我弄得你还少吗？要不是我二弟妹死得快，或许你还会在我身下叫着田哥哥呢。大哥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是你弟妹，可不能乱来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孙青梅开始报复那王巧云了吗？蓝潇潇知道这2人早就有一腿，不，2腿3腿都有。不过从记忆中知道，自孙青梅嫁入陆家后，她与陆时良倒是再也没有揽在一块儿了。今日这是旧情复发了，那我就直来。哎呀，大哥，别这样，万一让大嫂知道了，要闹翻天的。你会告诉她吗？这一会儿她像头死猪似的在睡觉，她知道什么？快点，我弄完就走，一会儿给你200个大钱。这么恶心的对话，蓝潇潇听得脸红耳赤，实在是不敢再听了，悄悄地偷了回去。跑哪儿去了？吓死我了！你属鼠的呀？才不是呢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问你啊，这么早跑哪儿去了？去上茅厕了。去上个茅厕偷偷摸摸的做什么？茅厕里老虎吃人呢。茅厕里没有老虎吃人，有妖精打架。看陆志轩转身，眼见他的方向，蓝潇潇急了：哎，哥哥，你去哪？你别管。天哪！哥哥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你管这么多去做什么？天还早，赶紧去睡去。病了都不听话，看了就不该理你。哥哥，你去这边的小茅厕吧，那边被人占住了。毒丫头，老实说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为了不被卖，更为了不浪费这么久付出的努力，蓝潇潇咬咬嘴唇。那个大伯与大伯母在茅厕，你去了肯定会撞到。陆志轩不信，
你怎么知道？刚才我去了那边，还没进去，就听到大伯跟大伯母说话，然后我就悄悄出来了。我怕被他们发现，所以才这么小心的。行，那我就不去那边了。哥哥，我昨天睡多了，实在睡不着了，我们去河边抓鱼烤来吃行吗？昨天下了雨，河水上涨了，鱼都看不到，去哪儿抓呀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走，我带你去掏鸟蛋。哥哥，你等我，我去拿点东西。哥哥，走，我给你煎鸡蛋饼。陆志轩不想让蓝潇潇过于惊喜，他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掏鸟蛋方法。这么喜欢？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7、8岁的孩子，蓝潇潇故意用力的点点头。喜欢，太喜欢了，哥哥真厉害，以后我就跟着哥哥混。这小毒丫头知道不知道混是什么意思呀？跟着我混？当然，跟着哥哥有蛋吃。以后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会给你打野兔吃。要是再跟你那恶毒的娘学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当然听你的话呀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不听你的，我怎么讨好你啊？我有病。我听，我一定听，我肯定当个好妹妹。哥哥，你看着吧，我不会学坏的。伸出手，陆志轩牵着蓝潇潇走吧。昨天下了雨了，下山可滑的，小心些。红薯想烤熟没这么快，鸟蛋煎早了也不好吃。于是蓝潇潇坐在一边看着陆志轩以木当剑练功。哥哥，我刚才看你的动作好棒，你就教我吧。一个女孩子学功夫做什么？好好回去学你的绣花和厨艺，省得长大了没人要。蓝潇潇一脸的坚定，不学。陆志轩低头，为什么？小脸一扭，我不嫁。不嫁？你准备当老姑娘呢？蓝潇潇笑眯眯的抬头，我要嫁给别人，怎么跟哥哥混啊？这蠢丫头，知道什么叫嫁人吗？老姑娘会被人耻笑的。我才不怕呢，我有哥哥，谁要耻笑我，哥哥你帮我打他。不对，我跟哥哥学功夫，等我学会了功夫，谁敢笑我，我就打烂他的嘴。那我就更不教你了，万一教出个泼妇，我陆志轩的名声都没了。熊孩子能不这样吗？现在8岁啊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儿童，在现在这个年纪，我至少还能过6个儿童节。哥哥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，我更不会当泼妇，我只是想学会了功夫，可以与你一块打野兔。等我学会了，你天天读书，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是你想吃好的吧？哥哥不是这样的啦，哥哥这么瘦，我听说天朝考试要关起来考9天呢。要是哥哥身体太弱，考试中病倒了怎么办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心中一动。你想我去考试？当然啦，我哥哥这么厉害的人，又读了这么多的书，怎么不去考试呢？我哥哥这么有本事的人，以后肯定会当大官。毒丫头还不能小看呢，竟然知道考试要考9天，她能当大官？这么讨好我，就是想学功夫是吧？想学武功，但是绝对不是讨好，而是我心就是这么想的。这小丫头长得太好，或许教她一些防身功夫，以后她走得也安心。可是学功夫有这么容易吗？陆志轩低头看了看蓝潇潇瘦弱的小身板，恶狠狠地说：你想学也行，你想学也行，每天早晨从这里跑到山边，再从山边跑回来。1个月以后，你坚持下来我就教你。看着那遥远的山路，蓝潇潇倒抽几口冷气，刚想耍赖皮讲条件，发现熊孩子的嘴角轻轻勾了勾，深潭般的双眼分明露出了鄙视的光芒。欺负到姐的头上来了，小破孩，玩不死你。可想起书中的事，再也强不起来。哥哥，这个是你说的，我跑不动也要跑。小河边看着坚持的身影，陆志轩阴冷的目光终于露出了复杂的眼神，捡起地上的木棍当剑，继续挥舞起来。金瑶、曹玉轩，我陆某人待你们视如知己与亲人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还有那傅柔莲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她恐怕已经是他的妻子了。希望他没看错人。有些时日没练了，他不能再颓废了。招式随心而出，一点儿也没忘记，只是体力确实是差得太远。就不知道小心点吗？可低头一看，发现蓝潇潇身体像面条似的瘫在了他的怀里，双眼紧闭，晕了过去。巴掌大的小脸，眉头轻轻皱着，似乎有许多化解不开的烦恼。此刻，陆志轩好想去亲亲这红唇，这俏脸。头脑中猛然想起妹妹吱吱呼喊的镜头，心中刚刚产生的一丝柔情，顿时是烟消云散。用力地拍打了一下毒丫头的小脸，没好气地说：醒醒！蓝潇潇不但没醒，似乎在说胡话。哥哥，我以后永远跟你一派，你一定要罩着我。哥哥，我给你烤鱼烤地瓜，你别骂我，也别欺负我，更别……又迷糊了吗？潇潇，我不骂你，不欺负你，醒醒！见这模样，终于陆志轩声音不由自主地柔和了几分，把他的上半身抱在怀里，凝视着他精致的小脸，似乎真没有了前世的恶毒。过了一会儿，蓝潇潇缓缓地醒来，睁开蒙蒙的双眼，有气无力地说：哥哥，我终于跑到了。天不早了，赶紧起来，我给你煎鸟蛋吃。再不回去，小心你娘抽死你！
美好的感觉瞬间消失。想着孙青梅说今天让她挖野菜的事，蓝潇潇的好心情瞬间全无。想让姐不爽，死小子，冷热病又发作了是吧？你等着，哥哥，要是永远不用回家就好了。不回家去哪儿？只要能不回家，去哪儿都好，就是住在那大山的山洞，我也觉得舒畅。小心老虎饿狼吃了你。我知道，要不然我早就一个人跑去了。哥哥走吧，再不想回也得回，现在我是无路可走了。一个8岁的孩子竟然想这么多，无路可走。如果有路，他想去哪儿？看着前面慢腾腾往家走的蓝潇潇，跟在他身后的陆志轩看着他那样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嘴角竟然又不自主地挑了起来。臭丫头，在惹我怜悯是吧？笑笑过来。正当蓝潇潇心中十分抗拒着回家之时，他打眼一看，原来是住陆家隔壁的张二狗。张二狗的娘与孙青梅一样是寡妇，或许是张二狗看多了男人进他娘的屋子，才12岁的他就懂得了男女之事。见着蓝笑笑长得好，又知道孙青梅虐待他，于是时常会偷偷摸摸的给他弄点吃的。这孩子可不是个好东西啊！你想干嘛？张二狗举举手中的包子，快来，我家做包子了，这是我给你留的。笑笑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我娘包的包子吗？一听这话，蓝潇潇想骂娘了。哎呦，吃你包子的是蓝笑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呀！不要，张二狗，你自己吃吧。笑笑啊，你真的给坤子当媳妇儿了吗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刚好走到了蓝潇潇的身边，顿时脸一僵。二狗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坤子，我没问你，我只是问笑笑。笑笑，你告诉我，你真的准备给坤子哥当媳妇儿了吗？二狗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这是我哥哥，我怎么能给哥哥当媳妇儿？你傻了是吧？不是，可杏花说的非常清楚，这话是笑笑亲自对他说的。张二狗不信。你要不是准备给坤子哥当媳妇儿，为什么不接我的包子？娘哎，蓝笑笑，你一个8岁的姑娘家，竟然就知道找相好的了？哎呦，让我死了算了！蓝潇潇又气又怒，我才没有说呢，是杏花想给我哥哥当媳妇儿，她看我哥哥对我好，她嫉妒呢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二狗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杏花当朋友，以后就再也不是我蓝笑笑的朋友了。哈？笑笑，不是，我没有跟他当朋友。我不管，反正以后我只跟哥哥好，我不理你了。哥哥，你要相信我。原本陆志轩对蓝潇潇的好感瞬间消失了，甚至心中那点厌恶感又浮了上来。走吧。哎，蓝潇潇抬腿就走。笑笑，我真的没有跟杏花当朋友，我是喜欢你的。死孩子，你这是想害死老九成？张二狗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不跟你当朋友了，以后我只跟我哥哥当朋友，我也不要你喜欢了，我哥哥会喜欢我的。这不成逻辑的童言童语，陆志轩没觉得有毛病。你不喜欢杏花给我当媳妇儿？陆志轩突来的一句，差点把蓝潇潇给吓死。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她不漂亮。娶媳妇儿这么漂亮做什么？人好能干就行了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少年后来一直不成亲，难道是因为杏花没嫁他的缘故？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小小年纪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当别人的媳妇儿吗？小小年纪，对啊，他小小年纪想这么多做什么？哥哥小强人，我怎么就不知道啦？当别人媳妇儿就是从自己家到别人家去住，然后和别人一起吃饭、睡觉、干活。那女子为什么要跑到别人家去当媳妇儿呢？为什么呢？对了，因为别人家会给娘很多聘礼，所以当娘的就把女儿送给别人。世间男子要是没有聘礼，谁能娶到媳妇儿？为了蓝潇潇不被骂，陆志轩带他到田头摘了一大把的猪草才回来。大约是孙青梅早上爽了，他们进门的时候，两口子还在睡觉。哎，娘，拿点米出来，水已经烧开了。梅儿，天大亮了，赶紧起来。哎呀，叫魂儿啊！一餐不吃就能饿死你是不是？老娘累了这么多天，难得睡个懒觉，你就来叫，烦死人了！你是今天早上累坏了吧？去，先把粥煮上，一会儿我来烙饼子。本来孙青梅是有起床气的，可一看女儿这么听话，加上院子里陆家人都在，她装起了慈母。香香，去看看鸡窝里有没有鸡蛋，娘给你烙鸡蛋饼。难道今天是下红雨了吗？不，一定是那陆十良功夫太好，让他身舒心畅。哥哥，今天有鸡蛋饼吃哦。笑笑姐，一会儿给我吃一块行不？水仙妹妹，你家也养了好多鸡，你去与你娘说，她肯定会给你烙鸡蛋饼的。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这是赤果果的挑拨呀！哼，果然是他闺女，就知道他娘的心意。那个不要脸的陆十良被他一个眼神就勾到了手，一次200钱能吃好多的肉，还能置办件新衣裳。笑笑说的对，水仙，你娘养的鸡比我养的多，一天别说吃2个鸡蛋，就是一天吃10个鸡蛋，他也是吃得起。而且上回你姐姐回来送那么多好东西，这可是吃不完呢。娘，我们也烙鸡蛋饼好不好？哎呀，是啊，大嫂，鸡蛋这么多，又是孩子们帮着喂养的，可别这么省啊！哼，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你属猪的啊，干活没你的份，吃就有你的份。你要吃鸡蛋饼，就去给你二婶子当女儿好了。2个鸡蛋引发了隔壁母女大战，
孙青梅格外高兴，陆时良出来的时候，他还特意给他抛了个媚眼，看得蓝潇潇冒黑汗。绝了，这女人！一场春雨下后，他有点急了。再过几天，那地瓜绝对会发芽了。这东西迎风就长，不出几天苗就出来了。哥哥，你说的地在哪儿？我们要尽快下手，季节不等人呢。想起那地瓜的味道，还有这2天吃了之后并无任何不良反应，陆志轩已经肯定了那地瓜的价值。我下午带你去了，就在大山附近，挨着庆奶奶家那边林子后面，那里靠山太近了，村里人不敢靠近。本来下午他还想去找阿生爷爷学点药理知识，想想还是饱肚子重要。笑笑，这是我舅舅来串门送给我的，只有几只，我偷了一个出来，给你尝尝。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蓝潇潇还没见过苹果。张二狗，我不要，以后你也别给我送吃的了。笑笑，你怎么了？以前我送你吃的你不也吃了吗？你说你没有准备给坤子哥当媳妇儿，那你为何不吃我的东西了？吃吧，他不要你当媳妇儿，我要你当媳妇儿。死小子，人家蓝笑笑也不就吃了你2回东西吗？吃你点东西就想换个老婆，你脑子有病啊！蓝潇潇被眼前的张二狗给烦死了，烦得他直接想弄死他。么的，一个个爹的都跟本姑娘有仇啊！有的事儿还真得说清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张二狗，我与哥哥是兄妹，自然不可能给他当媳妇儿的，我比舌头清楚。可是我也不会给你当媳妇儿，因为我要一直的跟着我哥哥混。以后我哥哥是要出去当大官人的，肯定不会在这个村子里住。你别来烦我了，你去找别的媳妇儿吧。我看那杏花就不错，他爹是村长，你要是找了他，在村里就能横着走了。笑笑，我只喜欢你，反正你又不能给你哥当媳妇儿，你总得嫁人吧？我会对你很好的，你长大了就嫁给我行不？看着陆志轩阴着脸走了，蓝潇潇想一脚踢死张二狗。我说了我不喜欢你，听清楚，张二狗，别来烦我。说罢，他拔腿就跑。哥哥，等等我。哥哥，有2次我实在是饿得慌了，他送我东西吃，我当时真没多想。哎，蓝笑笑，算是我欠了你的。哥哥，你听到我说话没有？我没有跟张二狗讨东西吃，是他主动给我的，真的。正看见大山脚下老人家一个人在田里干活，老人家只是挖坑把种子埋好。庆奶奶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他们有别的事，只剩这几垄地没种完，我一个人就能可以。庆奶奶，我们帮你吧，我和哥哥力气大，而且我哥哥种地可厉害了。听了这话，陆志轩脸上的神色果然变得柔和了许多，二话不说就下了地。哎呦，不用，坤哥，你自己去忙吧，我只剩这2垄地，哎呀，自己来。庆奶奶，你坐下休息会儿，我们兄妹很快就种完啦。前几天种地，蓝潇潇厌烦的要死，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欢，两人配合默契。庆奶奶坐下休息，欣慰的目光看向他们，心中感叹。等种完了田，兄妹2人来到了老人身边，刚要告辞，蓝潇潇突然听到老人肚子咕咕响起来。庆奶奶，你饿啦？庆奶奶无力的站起来，感叹地说：早晨没顾上吃饭，就来这儿种地，我该回去做饭啦。这距离村子里还有好远的距离，老人家回去还要做饭。地瓜即将种在老人家田地旁边，蓝潇潇很快拿定了主意，低声对陆志轩说：哥哥，请庆奶奶吃几个地瓜好不好？陆志轩深邃的眼神看了他，微微点点头。他立即拉住庆奶奶的手摇晃起来。奶奶，你别回村子了，我们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？一听到请他吃东西，庆奶奶昏花的老眼看向他：潇潇，奶奶家里有吃的呢，你们就别费心了。老人家这是不相信他呢。蓝潇潇急了，立即搀扶住庆奶奶。庆奶奶，你坐在田埂上，等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奶奶，你就坐这儿休息一会儿吧。哎，好吧。庆奶奶坐在田埂上，看2个孩子往山的方向走。陆志轩还拎着把锄头，都说这山上有鬼，家里的地靠山不远，都不敢上去，他们去做什么？啊，坤哥，潇潇，你们干嘛去？回来！蓝潇潇回头笑了笑。庆奶奶，你老人家不放心，就和我们一起去，我让你吃点好东西。还好东西？这山上除了草就是树，能有啥好东西？庆奶奶心中疑惑，到底不放心这2孩子，急忙迈腿追上去。哎呀，坤哥，潇潇，你们怎么知道这东西能吃呀？会不会有毒呀？奶奶，你放心，绝对没毒，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，没想到我们这的山上也有。据说大前国西边的西流国人就是靠这个当主食的。我打算把红薯挖出来种上，听说它抗旱抗涝，适应能力强，亩产能达到上千斤。听了这话，庆奶奶顿时大吃一惊。平时他们种的麦子亩产才150斤左右，产量最高的是苞谷，大约是有500斤左右，没听说过亩产上1000斤的，既能当饭吃又能当菜吃的好东西。孩子，快给我看一下，这是个什么宝贝？陆志轩递给庆奶奶一个大地瓜，又给了蓝潇潇一个，剩下的放在食梁上大吃起来。庆奶奶看到2孩子脆生生的吃着地瓜，这东西还散发出了淡淡的清香，她也小口的品尝了一下，感觉这地瓜是相当的脆，有种淡淡的甜香味儿。哎呦，好吃！
亲奶奶，我哥还说地瓜可以煮炖烤了吃，还可以晾成地瓜干、地瓜丝，青黄不接了再吃。他已经把办法教给我了，等秋天地瓜丰收的时候，我给你做吃的。哎呀，好孩子。亲奶奶，这事儿你千万保密了。这次我发现的种子不多，种不了多少地的，我怕别人眼红，等秋天地瓜大丰收了再说。村里人什么德行，庆奶奶活了几十年，比谁都清楚。平时没有瓜葛吧，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谁也不犯谁。可一旦是牵扯到了利益和好处，为了一条田埂、一锄头之地的菜土，恐怕都能打个头破血流。好，我绝对不说。哎，还是读书人有本事。坤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做大事的人，以后有了这东西，大家都不会挨饿了。陆志轩和蓝潇潇很快吃饱了。庆奶奶牙口不好，在细嚼慢咽。蓝潇潇看陆志轩拎着锄头继续挖地瓜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奶奶，你坐在这里慢慢吃，我去帮哥哥把地瓜装在草袋里。”哎呦，好，你们忙啊。哥哥，挖齐了吗？陆志轩嗯了一声，他割了点草，正想编草袋子，被庆奶奶喊住了：“坤子，我这有布口袋。”陆志轩接过布口袋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。”哎呦，你这孩子和我老太婆客气什么？看陆志轩往口袋里装红薯，他立即过去帮忙，一大半红薯都装进了袋子。陆志轩扛起来就走，连一只都没让他拿。看到陆志轩扛着袋子往前走，蓝潇潇心里美滋滋的。见他走远了，他急忙把剩下的几个小地瓜用衣襟兜好，心情大好。亲奶奶，我们也走吧。杨笑笑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拿2种出气，你还真行啊！顿时跌坐在地上，拿2种出气，他以为自己在糟蹋东西吗？看着怒容满面的少年郎高高举起的锄头，蓝潇潇顿时吓傻了。他这是想用锄头拍死他吗？哥哥，这地瓜要切开了再种。撒谎！你在山上不是说要整个种的吗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哥哥，当时没有猜到，其实这样种更科学。你看，这里有地瓜芽，埋在地里就长出来了，还节省材料呢。他连说带比划加上示范，感觉周围的威压逐渐的减弱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终于，不远处的庆奶奶感觉气氛不对，走过来和颜悦色地问：“庆奶奶，没什么，我在叫笑笑把种子处理好，省得他浪费了种子。”见过不要脸的，可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。这个人纯粹就是一个精分啊！哎，还是读书人有本事呀，知道这种种法，这样一来就能省下好多种子啦。庆奶奶夸奖了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所以我会注意这些事的。毕竟家中就这情况，要是什么都不懂就死读书的话，只有饿死的份了。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家已经很乱了，可是你家呀就更不用说了，做人难啊，想好好的做个人更难。这话一落，陆志轩抬头：“庆奶奶，你家出什么事了？”庆奶奶一听摇摇头：“哎，不想说，一说起来就是烦心。孩子，你们还小，别管这么多了。”庆奶奶，我不小了，把你的难处说出来，或许大家想想办法能解决的。哎呀，这日子真不好过，我得快点长大才行。擦了把汗，蓝潇潇非常有远见地搀扶着庆奶奶坐下休息。庆奶奶，我哥哥说的对，你有什么难处说说，或许哥哥真的能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决呢？哎，前不久我那婆婆走了，分家就上了桌面。这时代讲究一家人长者在，不分家，最多分锅而食。坤哥，你说这不是欺人太甚吗？远去一点挑水吃也就算了，可这口气呀，我老婆子真吞不下。在张家当了30年的媳妇儿，婆婆走了还得受小叔子的气，你说让我这日子怎么过？锁大半边的井盖，别人有桶也打不了水，不对不对，这个桥段他在哪儿听过？庆奶奶，你想出气吗？当然想出气呀，潇潇有主意。庆奶奶，我们以前在村里的时候听过一个爷爷讲故事，要不你也试试？好啊，潇潇丫头，快说来。见陆志轩的眼光也看向他，蓝潇潇嘴角挑起：“庆奶奶，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东汉的年间。”等他把故事说完，不止庆奶奶傻眼，就是陆志轩也震惊，在自己这边井里拉屎，这井水还能吃？不过这对付恶心人却是个最好的办法。庆奶奶，这事做的，既然他不仁，你又何必要义呢？让铁头叔去做，他胆子大些，到时分家时，这分家契上都写明了吗？写了。庆奶奶，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，长连叔爷这人确实是太小心眼了，不好好教训他一阵，你们家住在一个院子，以后日子是没法过的。谢谢你们两兄妹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简单算了算，这块地应该有1亩多点，至于地契，还是让陆志轩去想办法，这都与他没关系。袋子里还剩下20来个能吃的地瓜，陆志轩扛起来往回走，蓝潇潇拿起2把锄头，和庆奶奶边说边慢悠悠地往村里走去。
坤哥，这是啥东西？哎，是不累了？娘本来想去沙地里看看，可忘记带水桶了。要不这个东西我帮你拎回去。冷冷地瞟了一眼贪婪的孙青梅一眼，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清冷。这是亲奶奶的东西，我帮她拎，你放着。亲老婆子家的东西，这怎么可能？孙青梅知道这继子与村子里的几个长辈关系非常好，顿时脸一拉。坤哥，他家的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中？莫不是你想吃独食，故意把好吃的说成是别人家的东西吧？我说是就是，我的事你离远点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坤哥，你这话再说一次试试。你就算不是我生的，至少现在我才是陆家的女主人。你是陆石柱的儿子，如今就是我的儿子，敢顶撞长辈，你这书读狗屁股眼里去了是不是？如果被自家贪婪的娘发现地瓜，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。亲奶奶快走，就说东西是你的。等他们冲到近前，发现两人的战争已经升级，又不敢真去抢东西的孙青梅暴跳如雷。哼，臭小子，别吃里扒外，要搞清楚你是谁家的人，把东西给我，否则我让你爹来收拾你。可这话根本威胁不到陆志轩，他依旧表情清冷。我说了，这东西确实不是我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放手！放手！这袋子里还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呢？难道是这小子从山上弄下来的野物？看着鼓鼓囊囊的样子，绝对是只大家伙。石柱家的，你抢什么抢？坤哥这孩子心眼好，帮我拿东西。哼，老东西，看你满脸皱纹，竟然勾搭我们家少不更事的孩子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这给你的，我看是这小子偷偷送给你孙女儿的吧？静奶奶被气着了，顿时冲过去，啪的一声，狠狠地打了孙青梅一个耳光。啊呜！没想到亲奶奶老当益壮，竟然如此给力，太棒了！快多打几个巴掌！石柱家的，你怎么像条疯狗，见谁咬谁？我活了50多岁，脸不是被你踩的，你诬赖我就罢了，好好的孩子被你糟蹋成什么样了？你还配当他们的娘吗？被打脸的孙青梅好似暴怒的狮子，扔了手中的篮子，不管不顾的跳脚往前冲。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！别没事找抽。看到继子世人般的目光，孙青梅突然有点害怕。此刻身边的人明显都偏向老家伙，自家女儿笑笑更是吃里扒外的货。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打着双腿，一哭二闹，大声哭嚎起来。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老东西小崽子联合起来欺负人，我不活了！看着地上打滚的女人，陆志轩黑着脸对庆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们走。”听到哭嚎声，已经走进小树林的陆家老大匆忙走过来，他可不能提了裤子不理人，否则下一回就偷不到腥了。弟妹，这是咋了？大伯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老东西打我，我家狼心狗肺的小崽子帮忙，我不活了！坤哥，给我站住！给我说说，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读书人，不敬尊长可是大事。一开口就以读书人的名声来威胁他。大伯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怎么不进长了？我是打了他，还是骂他？这眼神冷得陆石良一个冷震。妈呀，这臭小子小小年纪，眼神怎么这么阴冷？这眼神很像刘氏，他虽然很娇弱，可眼神却是非常的凌厉。只是在孙青梅这个美人面前，陆石良不愿意认怂，他虚张声势地说：“我看清楚什么？你娘又不是不讲道理的，你如果不是不敬她，她能这么伤心哭泣？虽然她不是生你的亲娘，名誉上还是你的母亲吧？怎么能够帮着外人欺负她呢？不许走，准备给她赔礼道歉。”我跟她道歉，她配吗？孙青梅一听，又嚎啕大哭起来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坤哥，你这书读到狗屁眼里去了是吧？赶紧给我道歉，否则如何呀？打我！陆家老大，石柱家的信口雌黄，我只是教训他几句，他撒泼和这孩子可没任何关系。小崽子，胆子不小啊！联合外人欺负母亲，你爹不在，我管教你，让你知道长幼尊卑。大伯，我敬你是长辈，就此罢手吧。罢手，死小子！今天我要不好好教训你，你会知道什么叫长，什么叫尊吗？既然大伯是非不分，非要为一个弟妹教训亲侄子，那就来吧。既然大伯是非不分，非要为一个弟妹教训亲侄子，那就来吧。说动，手一松一弹，通通通几个乱窜，陆石良向前几步一冲，砰的一声跌倒在地上。你这个死东西，竟然敢动手打长辈，我打死你去！明明是他自己没站稳栽倒了，却怪坤牙子。就在陆石良爬起来冲到陆志轩面前要教训他时，庆奶奶一下把陆志轩拉到身后。陆石良，你配教训他吗？陆石良在孙青梅面前丢了脸，顿时觉得特没面子，他双眼狠厉地看着庆奶奶。唐亲婶子，看在你一把年纪的份上，我不跟你动手。走开，这是我陆家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哼，你陆家的事，明明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想抢我的东西，坤牙子不过是帮我背回来而已。你不讲个公道，竟然听信这女人胡言乱语，就要教训孩子，你配吗？脑子热了的陆石良今日就是想在女人面前当个枭雄了，冲着庆奶奶就是一阵吼。配不配是我的事，
你走开！今天我不好好教训他一阵，他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今天连卿大伯也敢打，明天是不是连卿爷爷都敢打？庆奶奶真心可怜陆志轩，这么一个好孩子，竟然被人欺负到这份上。我不管，今日是因我家的事起，你就不能乱来。坤哥，我们走。一听要走，陆时良立即拦住了。敢走？试试！一个要走，一个不让。就在僵持不下之时，从村子里跑出一大一小两个人，小的在前面跑，大人在后面追。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张二狗和他的寡妇妈李秀琪。李秀琪边跑边骂：“你个小没良心的，才多大就知道讨好别人，拿老娘的东西送人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这出啥事儿了？”陆时良曾经也想与李秀琪来一腿，只是他一心想嫁给自己的二弟，根本就不鸟自己，于是心中恼怒他很久了。不关你事，你教你的儿子，我们在做什么与你无关。与他无关。突然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孙青梅，而且他似乎嚎过。看着孙青梅脸上还挂着泪痕，李秀琪的心情瞬间就好了。哼，今天有戏看啊！陆时良竟然给这骚妖精出头。孙青梅，你真的好本事呀！养女不教，小小年纪就学着勾搭我家二狗。你这个勾三搭四的货，不会又是勾搭上你这个大伯哥，让他替你教训坤哥吧？去，你还真不要脸！陆石柱这龟公真是活该。好，勾引得好，多睡几次，再生出2个野种来，好卖银子。这脸打的真当是啪啪的响啊！刚才孙青梅诬陷庆奶奶勾搭养子，如今被人指着鼻子骂，顿时孙青梅的鼻子都要气歪了。更让他郁闷的是，这话正中心病啊！你这个臭婊子，自己有多烂，难道就没摸摸屁股吗？血口喷人，我与你拼了！两女人快速的厮打到一块儿，陆时良一见傻了眼，明明是他在教训侄子，怎么转眼间就变成2个女人打架了？他快速冲过来拉架，别打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怕没有人看到是不是？快给我住手！可2人有着抢夫的深仇大恨。李秀琪比孙青梅高大，自然力气也大，哪里肯听？一个巴掌下去，孙青梅的脸就肿了起来，然后头发也被对方抓住，你来我往，鬼哭狼嚎，好不热闹。眼前这情景让庆奶奶和陆志轩等人面面相觑，这场架打得也太莫名其妙了吧？这2人有什么深仇大恨？蓝潇潇一看今日孙青梅吃了大亏，虽然她心里是乐开了花，巴不得这李寡妇多给她几巴掌，可脸上却是一脸惊慌的大叫着：“婶子，别打我娘！大伯，快救救我娘！娘，你小心些！大伯，快救娘！我得罪了你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什么时候对你勾三搭四了？以前与你说过话，那也是因为你像哥哥我才搭理你。可我对你说过什么让你误会的话了？”笑笑，我根本没有乱说，都怪那王巧云，都是她对我娘胡说八道。我娘发现家里苹果少了一个，就揪着我耳朵追问，我不想让娘生气，跑出来她就一直追我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。那个苹果她没要啊，怎么又赖到她头上来了？蓝潇潇气愤地骂：“二哥，我可没吃你苹果，你凭什么让我挺杠？你给我说清楚，那苹果到底哪儿去了？谁吃了？一五一十告诉你娘，否则以后不许叫我的名字。”啊，不让他叫他，那怎么行？见蓝潇潇真生气了，张二狗差点哭了。笑笑，你是没吃，我把苹果送给别人吃了。可王巧云说，我经常给你拿吃的，我娘以为苹果也是你吃的。那啥，以前你不是经常吃我送的吃的吗？也不算冤枉。这个蓝笑笑真当是太好吃了。要是蓝笑笑还活着，蓝潇潇是真想留个这么大的烂摊子给他来收拾。他就怕这事儿被未来的首府大人知道，让他再次的厌恶他。如今正撞到枪口上，蓝潇潇不敢看黑着脸的陆志轩，他也不好意思骂这老实的张二狗，只得说：“张二狗，当初是你非得给我吃，还说你只不过是看我可怜。说实话，我也是快要饿死了才好吃。以后我会把东西还给你的。从此你见着我不要再说话了。”听了这话，张二狗发现自己里外不是人，娘亲怪他，蓝笑笑也要和他断绝关系了。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小姑娘，也想把自己好吃的都分给她吃，可为什么会成这样呢？正想继续解释，突然发现旁边2个女人的战争已经升级了。有陆时良的掺和，孙青梅很快就扭转了局势，李秀琪明显吃亏了。张二狗一看娘亲只有挨打的份儿，立即上前帮忙。陆时良，你居然帮这个贱女人欺负我娘，我跟你没完！说完，他捡起地上的树枝就朝陆时良身上狠狠地抽去。快起来，别让他们踩着你了！孙青梅一听，抬头恨恨地瞪了女儿一眼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，那小子都知道来帮忙，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啊？蓝潇潇心想，我帮你毛线呢？你有野男人帮，
这小弱鸡过来，万一被你们踩死了，我找谁申冤呢？娘，刚才我怕过来给您添乱，我这小胳膊小腿打人都打不痛，我来能做什么呀？万一被他们撞伤了，还得出银子看郎中。娘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是怕给你帮倒忙，所以就求了大伯来帮你啊。就在这时来了几个人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石良怎么与娘们打起来了？这可太不好看了。陆石良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，他什么里子都可以不要，可这脸子死要。一看到有人来，立即不敢下死手，只得狠狠的一甩，顿时李秀琪被他甩到了地上。张二狗看他娘这惨样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冲过去想把跌倒在地上的娘搀扶起来。娘，你没事吧？都是你这个小混蛋，害我被人欺负。娘，您别闹了行不行？一会儿人越来越多，村里人还不指指点点。娘，我们回去吧，等过2年我再大些，谁也不敢欺负你了。架也打了，人也骂了，他恨恨地爬了起来，对着张二狗一声怒吼：哼，给我死回去！以后再敢偷老娘的东西，去孝敬那小骚货，我饶不了你！听了这话，陆志轩的脸色冷漠无情，唯有那双眼中的无情透露他的内心。我跟你们有仇啊，好不容易让这首府大人的心软了些，可你们就来捣蛋，欠了你们的呀！没有管蓝潇潇的郁闷，孙青梅得了便宜，收起眼泪，得意地弹了弹身上的尘土，甚至对陆石良抛了个媚眼。哎呀，大伯，谢谢你帮忙。有些女人就是泼妇，见谁要谁。文哥，潇潇不容易，你别迁怒于她，摊上这么一个娘亲，哎呀，真是苦了那孩子。苦什么？那是他的命，什么人给的东西都去吃了，活该。哎，他这不也是恶狠了吗？他变成这样，这也是孙青梅带坏了样啊！你是读书人，应该懂得很多道理，跟什么样的人就学什么样的德行，怪不得他，毕竟这么小，他哪里能明辨是非呢？恶算什么？饿死小事，失节才是大事。难道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？庆奶奶出去了，陆志轩站在窗口，静静地看着院子外看着天空发呆的小姑娘，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这段日子以来她的话：哥哥，饿死了就没命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哥哥，以后我跟你一派，绝对不再做坏事，不当个恶毒的人。哥哥，活着好难，打死也是死，饿死也是死，没区别吧？哥哥，等我长大了就去酒楼学厨艺，然后给你做好多好吃的东西。哥哥，我会帮你赚好多的银子，一定给你买厚厚的聘礼，给你娶个又好看又善良的媳妇儿。越理就越乱，一理才发现这个丫头除了怕饿怕死外，就没有别的怕的东西了。直到庆奶奶倒了水来给她喝，陆志轩还在发呆。坤哥，喝杯蜜水吧，这是你石林叔掏的蜂窝。虽然他极不爱吃甜，这可是村子里待客的最高待遇了。陆志轩非常恭敬地接着了：谢谢庆奶奶，一直以来都是吃您老人家的东西，允宽永远记在心中。别说这样的话，我与你娘虽然差着20岁，可是我与她却是忘年交。你喝吧，这碗呀，我给潇潇丫头去。不必给她喝。坤哥，丫头太好吃了，得好好教训她一顿。庆奶奶一听，咧着嘴笑了。要是搁在以前，她老人家是绝对不喜欢蓝笑笑的。可现在她觉得这孩子也挺可怜，挺可爱的。不知道陆志轩在庆奶奶屋里做什么。蓝潇潇双眼无神地瞪着他家的门，内心一种无由来的消极感影响着她。不一会儿，终于看见陆志轩走出来。蓝潇潇想迎过去，又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而陆志轩仿佛没看到他一样，再三自我鼓励一番。心中藏着对自己无比鄙视的蓝潇潇扛起2把锄头追了上去，跟在他的身后像只小狗摇着尾。哥哥，你生气了吗？是不是气我太好吃了？陆志轩冷冷地甩了他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，那眼神冷得让人发抖。这是那个未来首府的眼神，无情而狠厉。蓝潇潇的内心很沉，可嘴却不敢停。哥哥，我错了行吗？哥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听话不行吗？求求你别生气了，你生气的样子好可怕。哥哥，以后我就是饿死也不吃别人的东西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好吗？这样不说话，双眼无情的陆志轩让蓝潇潇的信心再次消失了。妈妈，讨好人真的好累，这种现状好讨厌。为什么他会变得这样？这不是他没有这样没出息，他不是个这样的怂蛋。正当眼泪拦都拦不住的时候，突然肩上一松，随之而来是一声嫌弃。哭什么哭？一点点委屈就哭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他双眼空洞地看着陆志轩，他是什么眼神？他是什么表情？他是什么口气？他完全视而不见了。这眼神看得陆志轩心头发冷。8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茫然的眼神？想都没想，陆志轩抬手摸上了蓝潇潇的小脸，嫌弃的语气说道：看看脸成小花狗了，看你还怎么见人。少年的手不大，
却不冰冷。可是蓝潇潇真的没精力了，不管陆志轩在说什么，反正蓝潇潇根本毫无反应。他这模样有点吓着他了。陆志轩立即把锄头找个地方藏了起来，然后一把抱起眼前发呆的女孩子。以后不许随随便便哭，就是女孩子也不能，听到没有？不许哭！蓝潇潇挣扎着下了地，她后退了好几步，双眼无情地瞪着陆志轩，任凭眼泪往下流。陆志轩，你走吧，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如果你想杀了我就请动手，如果你想用更好的办法报仇，我等着。话才落下，小小身子就被人强压着趴在某人的大腿上，手起落下。蓝潇潇，现在你想过你的独木桥了，迟了，给你3巴掌。你记住，是你惹得我这辈子想甩了我没门儿。陆志轩，你打完了吗？今天你打死我吧，我死了或许就甩不开你了，可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们就从此陌路。再说，我就说你恨我，你早就想杀了我，你打呀你打呀，打死我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噗的一声，头顶的人笑了，他扶起腿上的人，抱在胸口，深呼一口气。以前我是真想杀了你，可现在我下不了手。蓝潇潇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又恨又让我下不了手的人。哦，不许这样跟哥倔着，好好听哥哥的话，听到没有？这样温柔的陆志轩书本里没有描述过。蓝潇潇的大脑已经死机了，等他清醒过来，已被人当成孩子般的抱着往了河边去。放我下来，我不要你抱。别闹，今天你不是走了很多路吗？哥哥抱你。眼前这温和的眉眼，绝对不是那个冷心冷肺的首府大人。此时蓝潇潇认定，现在的陆志轩铁定是被人换了。天哪，难不成那边山上真的有鬼？你放开我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别动，再动的话，我就把你扔河里去。我还能带你去哪儿呢？还能去哪儿？就你这一脸小花果的样子回去啊，还不让人怀疑了？换了，一定是被换了。你是谁？你绝对不是我哥哥。说，你是不是附在我哥身上的厉鬼？我可告诉你，我是去过地府的人，我有催鬼的本事。好了，别玩了，青天白日都能出来的，那还叫鬼吗？那你是山中的山精。想狠狠地拍他一巴掌，省得他疑神疑鬼。蓝潇潇，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收拾你！老实给我待着，再乱动的话，你会知道是什么后果。一阵闹收获挺大，收服了未来首府大人的感觉真好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要吃午饭了。说到回去，蓝潇潇跳跃的心情瞬间跌落。那个人间地狱似的地方，要是永远不用回去，该多好呀！可那里再可怕，目前的他也得回去。哥哥，走吧。一只半大的手握住了他的小手，虽然不够大，不够温暖，但却有一分可靠感滋生在蓝潇潇的心间。志轩长得越来越俊了，这身材容貌怎么看怎么像是城里学堂出来的，怪不得潇潇都不和二狗在一起了，整天围着你转。这话太恶毒了，这是说他小小年纪就见异思迁，水性杨花了？死女人，你不挑是非，你给我死啊你啊！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哭得没心思记得我蓝潇潇的时候。此刻18岁的蓝潇潇绝不是吃素的，忍住心中想一把抓烂王巧云这笑脸的冲动，她冷冷地说：大伯娘，二狗是隔壁的邻居哥哥，可志轩哥哥就是我亲哥哥。我虽然人小不懂事，可也懂得亲疏的道理，我不和哥哥在一起，还能跟谁在一起？大伯娘不是在挑拨是非吧？说完这句话，蓝潇潇把小手放在陆志轩手中，以示他的主权。听完这话后，王巧云一脸鄙视：亲哥，亲个屁！你不过是你娘带过来的一只拖油瓶，连姓都没改，亲什么哥？小小年纪就知道勾引人了，你真了不起啊！大伯娘，你可是长辈，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既然她进了陆家门，自然就是我陆志轩的妹妹，希望你管好你的嘴，莫让人知道你嘴这么毒，至少你要娶2个儿媳妇呢。好似一股冷意袭来，王巧云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。陆志轩拉着蓝潇潇也走回自家屋子，只是两人刚进屋没一会儿，就听到有人回来了。哼，作死的丫头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，滚出来！怎么办？他可不想被打。于是蓝潇潇不管不顾地冲进陆志轩的房间。哥哥，救命啊！此时陆志轩正坐在床上看书，他淡淡地看了一眼一脸紧张的蓝潇潇，意味深长地说：我爹在家。听到未来的首府大人这样说，他的心顿时又凉了。刚才熊孩子还对他很好，如今却想把他推出去，难道刚才他抱他牵他教他玩都是假的吗？蓝潇潇不信，他要赌。他一步步往后退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陆志轩质问：哥哥，你是说让我向陆石柱求钱，真的吗？如果你说是，那我现在就去。看到这眼神，陆志轩的脸色微微变化，立即跳下床，拉住他冰凉的小手，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：笨蛋，我是让你挨打以后。蓝潇潇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冰冷的心瞬间暖了。他赌赢了，未来的首府大人这颗顽石心脏已经被他融化了一点点了。死人了啊！哼，我叫你叫，我叫你叫！死丫头，不好好教训你，你就得把我的老脸都丢遍全村了。那个该死的张二狗就有那么好吗？你这个好吃的死丫头，怎么就不去死呢？我打死你算了！孙青梅的力气虽然比不得个男人，可她也真是下了狠手。顿时蓝潇潇觉得自己屁股热辣辣的痛了起来。这毒妇，
你的心铁定是石头做的。娘别打了，打死人了！救命啊！吵什么？睡觉都被吵醒了。话刚说到这儿，陆石柱就看见小妓女露在外面的胳膊像苍蝇般的盯了一会儿，双眼顿时亮了，脸上顿时浮现出色眯眯的笑意。笑笑，来爹这儿，你也是整天弄个鸡飞狗跳，都不能安生过日子，看把好好的孩子给吓的。哼，滚进去换件衣服，没羞没臊的货。蓝潇潇听到这赦免令，好似鱿鱼般冲进了卧室，快速关上了屋门。吃饭时，蓝潇潇偷偷观察全家人的表情，陆志轩永远阴沉着脸，孙青梅却是一副恨不能一脚把他踩进泥里的表情。只有陆石柱看起来和善许多，双眼不时打量蓝潇潇。潇潇，把这鸡蛋吃了，你这身子实在是太瘦了。说话间，把鸡蛋放到蓝笑笑的碗边，那一脸的馋笑看得让人恶心极了。这咸鸡蛋是孙青梅精心腌制的，却从来舍不得吃，只是偶尔给一家之主打打牙祭。蓝潇潇忍住心中的翻腾，仿佛一脸受宠若惊的表情，抬起头来怯怯地看向对面，正对上孙青梅怨毒的目光。果然，这孙青梅烂是烂，她还是有点怕陆石柱的。未来的首辅大人眼神果然就是厉害。娘，您最辛苦，你吃吧。等孩子走了，陆石柱脾气就上来了。孙青梅，刚才在孩子面前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了吗？你心中在打着什么龌龊主意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可告诉你，这死丫头是我养来卖银子的，可不是养来给你当小的。你胡说八道，她才多大点？再说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和我女儿没什么两样。孙青梅，我陆石柱是这样的人吗？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要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愿意把头给他当椅子坐。想到今日被李秀琪打了一阵，孙青梅心头就火起。哼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？别以为我不清楚。前几天晚上你半夜跑哪儿去了？孙青梅，当时你进我陆家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你不是说过你会当一个大度的女人，不管我的事吗？如今我的粮，我的银子都在你手上，还想怎么样？那几天你身上不干净，我这里难受，找个女人解决一下怎么了？谁家中有斗余粮，不想那个小的在身边伺候着？我没纳人进来，只是趁你不方便之时打个野食，这你也管？面对这男理直气壮的模样，孙青梅是又恨又怨。知道了，我说了你就乱想，你就是爱乱想。一个8岁的孩子，我还能怎么样？行了，一会儿吃完了陪我去睡会儿。孙青梅嫉妒地瞥了一眼身材壮实、皮肤黝黑的男人一眼，果真是个大色鬼。他这是一天没女人都过不下去了。笑笑妹，你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？蓝潇潇头脑转了下，很快想明白了，这衣服一定是菊花的。不错，你姐的吧？嘿，笑笑你真聪明，我姐姐和大哥都说你心眼多。水仙恭维的语气说，杏花却探头看过来，眼角眉梢看向蓝笑笑身后的陆志轩。他和菊花有过节，在蓝笑笑的记忆中，还是蓝笑笑的时候就不太爱理那陆志成，因为王巧云的眼光好可怕，他不敢去招惹他。可他为什么这样说自己呢？陆志轩从后面过来，想从3个女孩边上绕过去走出院子，被杏花拦住了。他忽闪着大眼睛，一脸娇羞地看着陆志轩。志轩哥哥，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爹今天还问我了。听到杏花的问话，蓝潇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杏花这是用水仙当成挡箭牌，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他来找陆志轩的，暗恨自己这几天光顾讨好未来的首辅大人，却忘记问他杏花找他到底有什么。杏花好神秘啊，他有哥哥说什么秘密啊？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不做什么呀，可这是我们的哥哥，与别人有秘密，是不是觉得好奇怪？你说杏花是不是想给我们当嫂子呀？笑笑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还这么小，哪有这样的想法？再说他们家条件可比二叔家好多了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。可我哥哥长得好看呐，有读过书，要是他不想当我们的嫂嫂，总凑到哥哥面前做什么嘛？才不是呢，他找二哥是有正经事的。什么正经事啊？正经事无不可对人言。哼，可他这样神神秘秘的样子，我就觉得不是什么正经事儿。当然是正经事啦。杏花与二哥在说的是，水仙不许胡说，再说一个字，我答应你的事就黄了。杏花姐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答应我的铜板一个都不能少呀。蓝潇潇差点笑喷了，水仙这丫头果真好糊弄，几个铜板就把她玩得团团转。杏花看陆志轩走出去，狠狠的一跺脚，瞪了水仙一眼，气急败坏的追了出去，并喊着：志轩哥哥，等等我！杏花答应给你5个铜板，你就听他的，傻不傻呀？以后要10个。笑笑姐，谁说他给我5个铜板？他才答应给我2个铜板，才2个铜板就帮他保密，真是太实在了。他有什么正经事儿，一定是拿鸡毛当令箭。笑笑姐，我不骗你，他真有正经事儿。他爹让他问我二哥，如果还想上学的话，他来劝劝二叔。蓝潇潇这次不淡定了，杏花的爸爸那可是村长，他有事不直接说，还通过女儿，
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颇有心计的杏花绝不好对付。如果陆志轩真的被这好事打动了心，他想抱大腿的心思就会成为泡影。以那杏花的话，铁定会天天说他坏话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个杏花不是个好东西。枕头风可是世上最厉害的风，堪比12级台风。水仙，铜板还没到手吧？没有。走，我们找他要铜板去。丝毫不知道被人利用再利用的水仙爽快地答应下来。夏夏姐你真好，要来了铜板，我下回买麦糖的时候给你吃一口。给我吃一口。哇哦，陆水仙你好大方哦。跑到我屋子来做什么？找你啊。找我？找我做什么呢？我想去洗衣服，想问哥哥有没有衣服要我洗。陆志轩看了看蓝潇潇，发现他眼珠转动，就知道他又在撒谎，顿时眼神闪闪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行，以后我的衣服就包给你洗了。哥哥放心，你的鞋子我也会帮你洗的。小样儿，我让你知道撒谎的代价。那好啊，那边2双布鞋已经脏了，你拿去洗洗。什么？蓝潇潇死死接住自己想冲过去一口咬死陆志轩的心。那么恶心的鞋子，他竟然真的让他去洗。陆志轩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才几岁啊！坏人，大坏蛋，老光棍。磨蹭什么呢？不会你说的话全是忽悠人的谎话吧？不是谎话，你还真以为我是个不知疲惫的小蜜蜂啊？我不要做小蜜蜂，上天要掉下洗衣机、洗鞋器吧，要不然这臭烘烘的东西，我要被熏倒了。没有老天，也没有空间。神情蔫蔫的蓝潇潇认命地提着熊孩子的2双鞋子与自己的2件衣服，像双打的茄子去了河边。臭丫头，你想干嘛呢？你才臭呢！我想干嘛？我总不会为了洗你2双臭鞋就自杀吧？什么人呢？动不动就骂人！果真打光棍的人呐，自小就有技巧。哎，哥哥，我要把那株东西的叶子摘过来。要它干嘛？我是让你洗鞋子，而不是让你采花摘草的。采花摘草？你咋不是我拈花惹草呢？熊孩子，你真逆天了！哥哥，那个不是普通的树叶，这种树叶经过搓揉能出一种泡泡，这种泡泡有去污的作用。真的？真的，一会儿我揉给你看。死小的，你长了至少10个心眼，否则怎么就这么多心啊？要是搁在以前，陆志轩对蓝笑笑的话是怎么都不相信的，可如今他对蓝潇潇的话还是有半分相信的，果断脱鞋下河。回去，我去摘。这么好，哥哥多摘点啊，一会儿我保证把你的鞋子刷得干干净净。知道了，全摘给你行了吧？全摘？蓝潇潇慌忙地说。别，摘一把就好了，留着它慢慢用。陆志轩看了那笑脸一眼，撇撇嘴过了河，不一会儿摘了1把叶子过来。给，一看这一大把的叶子，蓝潇潇开心了。哎，谢谢哥哥。哥哥，你是来看书的吧？那你去忙吧，我来洗鞋子。陆志轩确实是想看书来着，只是拿本书在屋里看不下去，走着走着就到了河边。那你赶紧去看书吧，这个我自己来。这么讨好他，是想他护着他？陆志轩想不明白眼前的小鸡妹讨好他的缘由，他可不是13岁的孩子，真相信了他去了地府就悔过了的鬼话。陆志轩不知道眼前这个小鸡妹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变了，变得与前世根本不一样了，竟然让他无法讨厌她的存在。就算知道自己的心确实因这个小丫头软了，可他要继续看着这个鬼丫头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。只要她不学坏，他容忍她；如果她要学坏，莫怪他无情。哥哥，你看的是什么书呀？正认真的陆志轩没想到蓝潇潇坐到他身边，立即转头。我看的是策论，你把脖子伸过来做什么？你又不认得字。要说认字，在现代他可是懂3国语言，走过18个国家的。可他这天才到了这书中，面对这些蝌蚪一样的符号，他真的是一个大文盲。我不认得字没有关系啊，只要哥哥认得就行。以后我们家里有哥哥在，就没人敢哄得了我们。他在，他还能在他身边一辈子？以后哥哥你到哪儿，我也跟到哪儿。以后他要做的事儿太多，他怎么能跟着？你跟去做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别打这个主意，等过几年好好找个人家嫁了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在家里。可是嫁人，8岁就想嫁人的事儿，他愁嫁呀，可不能让他有这个想法，要不然他恐怕得当13岁新娘了。我跟去做什么？哥哥，我会做很多呀，我会好好学本事，比如学会做菜给你做好吃的，学会绣花给你做衣裳，多做洗衣液赚银子给你花。哇，哥哥，算来算去让我跟着你，你怎么都不亏的。做菜他会请厨子，做衣裳有绣铺子，银子他会自己赚。不过，可我看你现在什么都不会，万一学不会怎么办？能学会，能学会，只要有人教，我什么都学得会。就是要让我学认字，我保证也能学会。认字？陆志轩眼睛一亮。你说你想学认字？熊孩子，不学认字以后，人家把我卖了，我还真给人家数银子呢。蓝潇潇满脸都是狗屁，而且他发现自己这拍马屁的功夫日益见长了。那亮晶晶的大眼，他恨不得睁成2个灯笼，声音更是甜得让人不舍得打断。当然啦，哥哥读这么多书，身为他的妹妹，要是大字不识一箩筐，那多没面子啊！哥哥，你教我认字了吧？
认字，这毒丫头认为认字这么容易。呀，这两兄妹感情还真好呢。哎，你看看，竟然这么亲近。说话之人正是李秀琪，她的身后跟着张二狗。笑笑，你干嘛与坤哥坐那么近呢？难不成你真想给他当童养媳呀？这话一落，蓝潇潇真想一把掐死张二狗。二狗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了，他是我哥哥。哥哥，你懂什么叫哥哥吗？让你读书，让你不读书，现在成了个白痴了吧？读书有什么好读的？坐在学堂里听那个夫子摇头晃脑的说着根本听不懂的话，还不如下河摸几条鱼打个牙祭呢。村里只有陆志轩才去过镇上读书，可他又不是你亲哥。你跟杏花说过，你娘带你进陆家的时候就说了，准备让你给坤哥当媳妇儿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啊！娘哎，那是我气杏花的好不好？看着陆志轩眼中的柔和瞬间褪去，死孩子，不说话你会死呀！哎呀，陆志轩，你这精分，我又不是想死，会想嫁给你，我好不容易派来的成果呀，就被这张二狗二愣子一句话就毁了嘛！蓝潇潇可不会认输，哥哥，我发誓没有这种想法。我知道哥哥是天上的云，我是地上的泥。哥哥读这么多书，终有一日会展翅高飞，而我永远都只是一个低贱的村姑。我会守本分的，你别听二狗子胡说八道。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，知道你配不上我的好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。说罢，起身走人。既然放心，你还走个毛线啊！我配不上你，陆志轩！蓝潇潇留在原地，死死地攥着拳头。一种说不清的侮辱让他愤怒至极。突然，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传来。潇潇啊，你这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吧？你说的对，坤哥呀是天上的云，你是地上的泥，他可看不上你哟。他怕陆志轩喜怒无常，那是因为他要借着他未来脱离着陆石柱和孙青梅，他要消去他心中对蓝笑笑的恨，让自己的下场不会那么惨。他怕别人，可不代表他怕这死寡妇。婶子，他看不上我，你觉得很开心是吧？可是我也看不上你家儿子啊！这话一出，李秀琪怒了。哼，臭丫头，你是谁呀？还想进我张家门？你做梦去吧！我不做梦，也不进你们张家门。以后婶子别针对我，我知道你对我娘有看法，那是你们大人的事情，别牵扯到我们孩子身上。今天我蓝潇潇在这里发誓，如果我对你儿子张二狗以后抛一个媚眼，就让我终身嫁不出去。看着蓝潇潇离去的背影，李秀琪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小小的身躯那么的瘦弱，可却站得那么直，那么挺，仿佛不是一个小姑娘，而是戏文中那样一个坚韧不拔的将军。鳗鱼一条，梅干菜2两，生姜料酒。哇哦，这个字真的是慢字吗？这太可笑了吧！他嘴里边念，手指在大腿上边划。就在蓝潇潇边揣摩边学字的时候，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，站在他的侧左脚上方，静静地看着他指手画脚，念念有词。在看什么呢？你认字吗？这样认真？一看是陆志轩，便立即把手中的书放下。对不起哥哥，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动了你的书，我马上就放回去。陆志轩扫了一眼书，发现竟然是很早以前别人不要的一本菜谱。你真的喜欢做菜？喜欢毛啊，就喜欢吃菜才对。哥哥，他是教人做菜的书吗？我不认得字，只是看着图在乱猜而已。陆志轩看着蓝潇潇的眼睛，你真想学认字啊？学认字怎么会不想？当然啦，我想要认得字，像雨天我就可以跟哥哥一样看书啦。你又不考科举，看这么多的书做什么呢？闲着也是闲着呀。好吧，陆志轩认输了。小姑娘才8岁，她还能说出什么样的大道理来不成？想要认字可以，但是务必认真与坚持。如果你只是一时心血来潮，学几个字就不学了，我看就趁早别学。而且认字很难，你要想清楚。认字很难，凭她这天才记忆力，本姑娘就是背也得把这些字背得滚瓜烂熟。今天教你20个字，你这几天记住认了，记住写了，我再教你20个，否则别再求我教。看着陆志轩这臭屁的样子，蓝潇潇一撇嘴，搞什么？教他认几个字，还带这么多条件？18岁的他与一个7岁的小朋友一样，难道连20个字都记不住？不怕，他有现代最先进的记忆法。首府大人，你就准备经验吧。哥哥，我保证1天就会。1天就会？陆志轩以为蓝潇潇想表现自己。好了，就这些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哥哥，明天你就看着我读给你听，写给你看吧。想要征服这未来首府，蓝潇潇自然要拿出真本事来。第2天早上，蓝潇潇追着陆志轩到了河边草地上。哥哥，可以考我啦。去那边把字写出来，一会儿我来抽查。只是当陆志轩发现这20个字虽然写得极丑，可一笔都没写错，不管他如何抽点蓝潇潇也没认错一个字时，他的眼光变得深沉了。完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去了地府后就变成了一只鬼啊？哥哥，我是不是写错了？你别生气，晚上回去我再练。陆志轩面无表情，语气平淡。不用，晚上回去我再给你20个字。完了，他是不是要试探我啊？蓝潇潇，你这笨蛋，显摆什么呀？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个极迷信的世界吗？谢谢哥哥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昨天半夜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全部都认得，全部都写得出来时，我就想哥哥一定会觉得我太厉害了，嘿嘿，哥哥被我的厉害吓着了吧？不必如此辛苦，
一天认10个好了。一天10个，他得多久才能看懂这时代的书？不过你还是教我20个吧，一天记不齐我就2天，2天不行就3天，要不然天天来吵哥哥，会影响哥哥读书的。陆志轩没说什么，可蓝潇潇没想到的是，一场暴风雨在等着他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，过来给我跪下！不知道孙青梅又在发什么病，只见她脸上的铁青破坏了那丁点的美感。一边的陆志浩渐渐地笑着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个恶女人又在发什么疯啊？看看手中的蘑菇，蓝潇潇跳开一步。娘，你怎么啦？我没去偷懒啊！你看，这是哥哥教我认的蘑菇，他说这个野菜做汤又鲜又美呢，一会儿我煮给你吃。看着女儿篓子里半篓子乌黑黑的野菌子，孙青梅一听说是继子教她采的，顿时心中一喜。别跟我岔开话题，我问你，是谁与你说我把你带进陆家是给那个讨债鬼当媳妇儿的？你竟然敢生这样的心思，老娘我抽死你！娘哎，这是哪个嘴多的货，竟然把这事儿传到这老恶婆的耳中了？还有，这喜怒无常的陆志轩刚刚开始理他了，这流言又出来了，这世界是与他有仇啊！娘，能不能听我说完了再打呀？哼，你还想说什么？现在全村子的人都知道你在打那狼崽子的主意，想哄我是吧？没门儿！见他放下了柳条，蓝潇潇故意压低声音：娘，我是你生的，我会哄你吗？我与你说，今日故意把这话传到你耳中的人，就是想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呢。这一会儿，他们恐怕是躲在门后看热闹呢。这话一落，果然陆家大门里伸出了几个脑袋。孙青梅一把拉过蓝潇潇，恨恨地说：哼，那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娘，我可没说过这种话，我跟哥哥是兄妹，怎么当媳妇儿啊？娘，这人心好毒啊，故意毁我名声，好让我长大了没人娶吧。苍天在上，黄土在下，陆志轩永远是我哥哥，我要赶起龌龊心思，让我天打雷劈。真的？那你为何与他这样亲近？他可不是你的亲哥哥。蓝潇潇闻言，双手抱住了孙青梅的胳膊。娘啊，你的记忆力怎么就这么差呢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我们母女今后做打算吗？你想想我以前给你讲的话，我现在不讨好他的话，以后他有了出息还能顾及我们2个吗？不顾就不顾，等你长大了，我就给你找个好人家，谁还真靠他了。就知道你这毒女人打的是这鬼主意。娘，我长大了，要是没有家室的话，最多给你赚个100把两银子的彩礼，是不是？哼，你可不能心太大，出得起上100两银子聘礼的人家，肯定是好人家。人家再好有什么用呢？以我这家世，被人抬进去，至多是个妾而已。人家再好，我也没得份。如果我有一个有出息的哥哥当靠山，谁能保证我不能找个富裕人家嫁了，以后我当家做主呢？这话一落，孙青梅的眼光变了。潇潇，你真的是这么想？眼见大饼见了笑，蓝潇潇越加乖巧。娘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而且我哄的哥哥教我认字也是有目的的。你说这大户人家的主母要是真大字不识一个，肯定会被人看轻的吧？他的女儿长得好又识字，然后让他学些大户人家的规矩，自己再教他一些哄好男人的手段。这个家顿时孙青梅的脑子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，一个个的向他飞来。哥，地瓜能栽种了，秧苗有点多，你看看亲奶奶与阿生爷爷那边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种些？陆志轩并不应他，转个身就出了门。这一日，蓝潇潇背着背篓往山边去，却被拿着柴刀的张二狗拦住了。潇潇，你去哪儿啊？想着自己如今的状况，蓝潇潇厌恶地看了张二狗一眼。你管我去哪？走开！潇潇，不管别人说你什么，我都喜欢你。滚！别人说我什么，还不是你娘在外面乱说。张二狗，我讨厌你们母子2个，以后离我远点。张二狗不依，我娘是我娘，我是我。潇潇，你是不是去扯猪草啊？我陪你去。张二狗，你没耳朵吗？我让你滚开一点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潇潇，滚远点！潇潇，你别走啊！我这就带你去我家，与我娘说我喜欢你，等你长大了我要娶你。砰的一声，蓝潇潇来不及甩开张二狗，只见他像条狗似的被人甩在了路边的稻田里。哥哥，陆志轩并没有看他，而是对着张二狗放狠话：张二狗，以后只要让我再看到你纠缠他，我就废了你。张二狗被甩晕了，他根本想不到比他瘦多了的陆志轩竟然能把他甩出这么远。坤哥，他娘卖了你妹妹，你为何要帮他？那是我的事，走。说罢，拖着发呆的蓝潇潇头也不回地往山边去。可如今这喜怒无常的陆志轩又出了手，这是不是代表着他的冷热病已经发作过去了？机会来了，不用白不用。蓝潇潇心底闪着奸笑，小脸却是一脸的垂丧。哥哥，谢谢你，你松开我吧，我要去那边采山笋了。这表情果然让陆志轩抬眼看他。那东西要做什么？吃多了连大便都拉不出来的东西，值得你跑这么远去扯回来？没油的竹笋自然不能多吃，可烧肉有多好吃，他吃过吗？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这竹笋的吃法好多呀。鲜笋吧，用酸菜加肉末炒来吃，那是开胃又爽口；晒干了用它炖肉吃，美味又香浓。要是把它泡成酸笋，炒一盘酸辣肉丝笋，那可是大肚婆的最爱。看着那闪亮的双眼，陆志轩觉得自己是不是真想得太多？镇上人多有钱啊，竟然出钱买这种山野之物。蓝潇潇抱着孙青梅的胳膊，娘，凡事都不可以绝对嘛，我反正没事，不如就去镇上试试。
还有这蘑菇，我们自己也吃了几回，应该也有人会要的吧？蘑菇是真的能吃，孙青梅已经信了。我陪你去。哥哥镇上熟，我与他说卖了银子就买肉回来吃，他肯定会去。这段时间女儿特听话，孙青梅信了。行，不过卖了银子可不能私自吞下了。那当然啊，娘才是当家的嘛，买了肉有多的银子一定交给娘保管。一听说蓝潇潇要去镇上卖竹笋，陆家人都觉得他想银子想疯了，特别是王巧云。什么去卖竹笋？我看是去勾引对象的。哼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试试。没有人觉得蓝潇潇的卖竹笋的计划会成功，就是陆志轩也觉得他不可能成功。只不过他正好有事要去一趟镇上。到了镇上，蓝潇潇乖巧地接过了陆志轩背上的背篓。哥哥，你去办自己的事，我去卖这竹笋。陆志轩一抬眼，你知道去哪儿卖吗？当然啦，去有钱人家的门口卖呀，穷家没有也没法吃这个呢。那你知道哪里有钱人家？一家一家找呀，有钱人家他们家的大门很气派吧？刚赞他聪明，转眼就发傻。有钱人家的大门是随便开的吗？哈，只有电视剧经验的蓝潇潇真懵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走大门，难不成走后门啊？去酒楼吧，我带你去。好吧，酒楼老板比较有钱，酒楼老板是有钱，只是这钱也不好拿。公子，说实话，这东西恐怕没人吃啊。掌柜的看着陆志轩一脸为难，虽然这是他家公子的同窗，可也不能买些没人吃的东西扔在那儿吧。见人家拒绝，蓝潇潇想了想，掌柜伯伯，如果有人吃，那这东西你收吗？陈掌柜的苦笑着，小姑娘，有人吃当然收啊，就怕没有人吃，特别是这蘑菇，以前没人吃过，恐怕你说能吃也不敢吃啊。蓝潇潇笑了笑，掌柜伯伯，一会儿中午的时候，我用这2种菜做2盆，我先当着众人的面吃了，然后请他们免费品尝，您看行吗？这2盆菜的配菜得您出，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吃这2种菜的话，这2种菜的各式做法我免费奉送。行，那一会儿你做吧。蓝潇潇要了一个灶，要了几根骨头和一些酸菜、辣子、姜葱蒜。陆志轩办完事已是中午，他买了几个包子带去了酒楼。此时酒楼的生意早已开始了，他四处找那个小身影。哥哥，这里。陈掌柜一看到陆志轩，赶紧过来了。陆公子还没吃饭呢吧？你妹妹给你留下2个菜，老朽叫人来帮你打碗饭上来。这时陆志轩点头，多谢。蓝潇潇做的菜很简单，大碗饭，陆志轩没停口，全吃了下去。可以回家了吗？蓝潇潇扬起小脸，哥哥，我们先去买肉吧。买回几根骨头，被孙青梅狠狠地骂了一阵。不过晚上香菇骨头汤喝得他是眉开眼笑。以后没什么事，你们兄妹就去山上采竹笋、捡蘑菇，肉就别买了，以后就买这骨头吧。余下来的大钱，等过年我给你们做新衣。蓝潇潇把晒好的大小竹笋与香菇干送去酒楼后，教了这干笋与干菇的做法，商定以后只送干货。哥哥，这整锭的银子你去放好，这零碎的就给他吧。陆志轩看着手中2锭10两的银子，他再次用深沉的眼光看着蓝潇潇。都给我放好，你就不怕我不还给你了？还个毛线呢！放在我手中不等于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我还小，赚的钱本就应该交给哥哥。哥哥，你拿这个钱继续上学堂吧。感动吧，小子。给你买2套衣服吧。看着自己身上洗得不能再旧的衣服，蓝潇潇好想拿着银子就跑，每一回死了也值啊。可是家里一头大色狼天天在那杵着，他又不是找死。哥哥，反正我还小，穿的好与差没差别。等我长大以后，赚了好多的银子之后，然后我要穿尽天下华服，尝尽天下美食，带尽天下珠宝，让世人都知道我最美。穿尽天下华服，尝尽天下美食，带尽天下珠宝，就凭他这点小技能，看来他说将来要嫁到有钱人家去，是应该是真的了。卖竹竿与香菇干的钱真不多，不过200多个大钱。真正值钱的是蓝潇潇给的那几个菜谱。有消息了！啪的一声，陆志轩咻地站了起来，碗一扔走了。蓝潇潇追了出去，哥哥，先吃了饭再走，吃2口再走，一会儿晚上要饿的。可是陆志轩跟着一个不认识的人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不知为什么，看着陆志轩变得陌生的背影，蓝潇潇无由来的抖了几抖。陆志轩走了，一走就2、3天不见人影。等第4天，他一脸阴沉的回来后，他却什么都不敢说了。哥哥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好担心你。滚远点！这冷热病又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让他又发病了？3番5次这样，蓝潇潇真想弄死陆志轩去。哥哥，是不是有妹妹的消息了？话一落，陆志轩用阴森森的眼神看着他，声音却是出奇的平淡。想知道他的消息吗？想知道个鬼啊！无语，又不是我卖掉的他，前主已死，有事烧纸为您。想多谢你煽风点火，他被行脚上卖给了一个专养瘦马的贩子，养瘦马的。你知道什么叫瘦马吗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男人们的玩意儿，人已经不知道带往何方去了。这下你开心了吗？瘦马，他那个世界的扬州瘦马，这个世界也有专门做这种事的人，他开心吗？我不是一直在替小笑笑赎罪吗？还有，能做主卖得了你妹妹的人，真的是我这一个8岁的小屁孩吗？有正主你不找，偏找我这小屁孩，
就你这样的脑子在官场上混呐，不被人暗杀了才叫奇怪了呢。虽然书没看完，不过蓝潇潇可以肯定，那一剑绝对把这鸟人给杀死了，跟一个疯子没什么理好讲。蓝潇潇识趣的闭上了嘴，老老实实的躲在一边，放屁都不敢大声。孙七梅得知陆志轩是去找陆芝芝了，看着他那仇恨的眼神，拉着陆石柱进了屋。当家的，这孩子真的好可怕。怕他做什么？现在他也不读书了，当官也当不上了，在家里种田，他敢不听老子的？老子饿死他去！哎呀，我看他那样子，恨不得杀了我们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怕什么怕？一个孩子而已，他要真有本事，就不会回来了。行了，一个杂种而已，卖了就卖了。走，叫他去耕禾去，田里都长拔草了。4月的季节，早稻已经有1尺来高了，苗之间长了许多的爬草。为了让粮食更加丰收，各家各户拔草耕禾，如火如荼的开始了。蓝潇潇人太小，干不了这活，洗衣、喂猪、扫地就成了他的活。虽然很累，可能不与陆志轩面对面，他还是心里没压力。这一日，蓝潇潇做好自己的活，去了红薯地。他记起这红薯得翻腾，于是不亦乐乎地干了起来。哥，陆志轩并不说话，蓝潇潇明白了，他这是想知道他这样做为了什么。本不想理他，可继续这样下去，小命真的难保。红薯翻腾就与水稻要耕一样，就差不多这么长的时候把它翻一下，然后松松土，这样的话结果更大更多，最好就是再施点加肥，收获就更多。陆志轩走了，这样压抑的日子很难过，仿佛有一把刀天天悬在你的脖子上一般，一不小心就会砍断你的脖子。陆志轩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芝芝被我卖，我真的罪大恶极的话，要不你就悄悄掐死我，要不你把我卖了吧，别这样一天到晚阴阳怪气，是男人就给本姑娘来个痛快。你真不怕死啊？如果结局注定是死，反正早是死，晚也是死，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陆志轩，你选择吧。陆志轩抬头静静地看着眼光倔强的小脸，这些天他不是没想过要掐死蓝潇潇，只是他发现自己下不了手。蓝潇潇，我现在不想杀了你，我就想养着你慢慢玩，养着他慢慢的玩，削去他的4肢，装进瓦罐，关在地牢里，天天喂他吃老鼠。蓝潇潇，你给我挺住，你再敢掉一滴眼泪，你就不算是个现代人。真的有这么恨我是吗？恨得想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是吗？我知道在这个家里，你除了恨我之外，别人你是欲恨不能，因为别人你不敢恨，而我弱小，所以我好恨呢。陆志轩，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芝芝，告诉他下辈子让他卖了我。笑笑，你想干什么？求生不得，求死总不会太难。与其让你恨我恨得生不如死，不如我还你妹妹一条命。放手，我搓不了稻草，上不了树，可是黄河没盖盖，野兽没缝嘴，死我总可以选择一种。仿佛眼前无人一般，蓝潇潇的话让陆志轩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只是拉着他，漠然地看着他。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他无法向前一步。陆志轩，你到底要哪样？放开我，让我走啊！我把命还给你妹妹行了吗？看在我们相处这么久的份上，给我一个痛快行了吧？臭丫头，你逼我，你逼我！突然被人抱起，突然被人压在腿上，突然屁股上一阵火辣辣的痛。这天起，不仅陆志轩沉默了，蓝潇潇也沉默了。他在思考，那天的冲动是为何而起？是因为害怕，还是因为烦躁啊？死丫头，你这是学着那死小子搞什么闷气？天天阴着一张脸，你老娘我欠了你的！如果不想找死的话，就闭上你的嘴。这话一落，孙七梅傻眼啊！死丫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现在是你蹦得起，但是你不会老吗？他是陆家2房目前唯一的儿子，是爹的亲儿子。你说这个家将来是谁的？死丫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他现在恨上我们，将来不会给我们养老？养老？想养老，至少你得长到老啊！你知道吗？芝芝被一个专门培养瘦马的人买走了，以后他就是男人的玩意儿了。如果他是你的亲人被人卖了，你不会恨吗？这种恨，等他有能力报复的时候，你跑得掉吗？孙青梅一迟疑，难不成他还能杀了我们？杀人可是犯法的。哼，读书人懂的东西，你10个都比不上。他要杀你的办法多的是，哪天摘几个有毒的蘑菇放在菜里，包你吃的比谁都气得快。犯法就是意外。哎呀，潇潇，娘可不想死，这要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去把那芝芝赎回来？一个大人竟然问个孩子怎么办？孙青梅，你也会怕死？别转了，还能怎么样？以后对他好些，慢慢化解他的仇恨。或许天长日久，你们表现得让他满意，到时候他会放你们一马。哥，想妹妹了是吗？明知故问。确实，他是明知故问。哥哥，等我长大一点，多赚一些银子，我就去找妹妹，不找到她就不回来见你。我想只要我们愿意找，肯定能找到她的。怎么找？到那时候你还认得出她吗？陆志轩一脸的冷漠，蓝潇潇有点心酸，也有点理解。世间唯一血脉相连的兄妹，一半已经在茫茫人海消失，谁的心不痛？能找得到，只要我用心去找。我知道妹妹耳后有一块紫色的蝴蝶形胎记，这个胎记形状很特别，只要我看到了就能认出来。等找回了它，我会离开，不会打扰哥哥与妹妹的生活。离开？你想去哪儿？蓝潇潇想了想，要是没被我娘卖掉的话，然后我就去学厨艺，
要是那时候我手上还有小钱的话，然后去到人多的地方去开一家小店，赚赚小钱，满足一下口腹。你就这么一点理想？那开了店以后呢？蓝潇潇想了想，开了店以后，赚了钱就穿得美美的，吃尽天下美食，再然后就找个人嫁了，生几个孩子慢慢教养，等他们大了，我也老了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这么一点年纪就想着嫁人，陆志轩的目光依旧很冷，冷得让人发怵，更是冷得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？没想过，那是很远很远的事儿。现在想，现在想个毛线的死孩子！我才8岁就想这个啊，我有病啊！一定要我想是吧？你听着，我想不出来。他至少要有哥哥你这么好看，也读了很多书，最好还会点武功。对了，最主要的是对我好，听我的话，愿意为我花银子。我让他朝东，他不敢朝西；我叫他跪搓衣板，他不敢跪板栗壳。有好吃的都给我，我穿什么他都觉得好看，永远觉得世上我最美最可爱。离了我，他就活不下去了。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么一点点，还一点点。纵是陆志轩活了一把年纪，听了这话，他差点吐血。那你就准备着嫁不出去吧。为什么呀？世上没这样没出息的男人。哥哥胡说，这样的男人多厉害啊，怎么会没出息啊？你想想，他要管我吃得好穿得美，自然就得有能力赚好多好多的银子。能赚好多银子的人是没出息的人吗？哥哥，我就不信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好男人，你等着瞧。连一个女人的话都不敢违背的男人，那还叫男人吗？陆志轩觉得蓝潇潇就是个孩子，所以他说的是孩子话，自然懒得去理他了。第二天天才蒙蒙亮，一夜生气的蓝潇潇正在与周公作战，却发现总有人骚扰。不想去山上了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拉倒。声音就如晴天霹雳，顿时把蓝潇潇从床上炸到了地上。哥哥，我错了，成不成？陆志轩一身短装打装，脚穿一双草鞋，非常不耐烦地甩掉蓝潇潇的手。要去就快点，给你半刻钟。半刻钟，7分钟半，死孩子多给我10分钟就要你命了。为了好日子，蓝潇潇不计较这死孩子的别扭性子。好，马上，哥哥帮我找只背篓吧。等两人到了往山边去的大路上，蓝潇潇才喘过一口气来。路过杏花家屋子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。哥哥，杏花不是问你想不想继续读书吗？你答复他了没有啊？陆志轩没想到蓝潇潇竟然打听到了杏花找他的缘由，不耐烦地回答：我是否读书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这温怒的语气神态让蓝潇潇相当的开心，将来他一定会按照书中的剧情发展下去，而他还是抱紧大腿不让悲剧发生才是。哥哥，将来我一定挣好多钱供你上学，考上状元。就你？在他眼中，蓝潇潇自从病了去了地府以后人变了不少，可他是个谨慎的人，他绝不会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丫头的身上。哥哥，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？我这么聪明的人以后绝对有出息。你可以改姓王了。啥意思？突然蓝潇潇反应过来了，这熊孩子是说他王妈妈卖瓜自卖自夸了。哥哥，我在地府3年可不是玩玩的，地府对我们这种做了恶事的人管得得有多严，你是不知道的。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就会让你知道我姓王还是姓蓝。我等着。这口气还是不相信自己了。蓝潇潇并不在意，他堂堂一代现代学霸会赚不到钱。我这几天又梦到地府的事了，而且记起了几个冷菜方子。今天我们多摘点蘑菇与木耳，放在阿生爷爷家炕干，到时候送酒楼去。哥哥，等卖了银子，我们去买一碗红烧肉吃吧，就在酒楼吃，不要带回来。骨头汤是好喝，可红烧肉更有吸引力，还多摘点。陆志轩斜看了蓝潇潇这弱鸡似的身子一眼，希望一会儿不会爬到一半的时候哭。这人没法聊天了，一聊就死。二哥，笑笑，等等我。听到这声音，陆志轩停下了脚步，冷冷的眼神盯着跑过来的陆志浩。还好，总算把你们给赶上了。你赶我们做什么？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去找好吃的呀？我也跟你们去行吗？他们确实是去找好吃的，可是把这讨厌的人带上了，什么秘密也保不住了。我们去那边的山上，你去吗？去那边的山上，顺着蓝潇潇的手指方向一看，陆志浩仿佛见了鬼一般。去阴峦山？天哪！你们两个不是脑子有病吧？那边可是闹鬼的。人怕鬼做什么？被鬼抓走了就抓走了，有何不一样？你们不怕鬼？你们竟然会不怕鬼？清白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哪来的鬼不鬼的？你要不要去啊？别在这里啰嗦。大清早的口口声声说着鬼，陆志浩觉得头顶上阴风习习，他几个倒退。不去不去，你们找死是你们的事，我才不陪你们去死呢。说罢转身就跑了。哥哥，走吧，一会儿太阳要出来了。等到了那发现红薯的地方时，蓝潇潇发现整块地都被拱了。陆志轩自然也发现了这个事实，他拿起手边的小锄头，在地方挖了几下，想找找还有没有被野猪拱走的红薯。这红薯经过1个冬天，怎么就没烂掉呢？这不合科学呀！难不成这一块地地质特殊？那半截东西是什么呀？一小锄头挖下去，一截毛茸茸、皮黄果白的东西就在他手中。顿时蓝潇潇一阵惊喜，天哪，这不是山药吗？这是什么？又是能吃的？
哥哥，这叫山药，是一种食物，可当饭也可当菜，生吃熟吃都可以。它营养丰富，是个好东西。不过生吃的话，得洗干净，把皮扒干净，否则要吃出事来。这也是在地府学的，是吗？蓝潇潇点点头，想吃。陆志轩把东西放下，拉着蓝潇潇坐在一边，在这等我，我去那边山沟中洗干净了，再削给你吃。陆志轩眼中的温情把蓝潇潇又吓着了。天哪！这个未来首府大人到底有几面啊？不一会儿，陆志轩就回来了。发什么呆呢？拿着，慢慢吃。蓝潇潇露出一个真心的微笑，谢谢。吃吧，我看今日这天气还是要下雨的，深山怕是进不去了。吃完了，我们再挖几根这个东西，早点回家吧。想采蘑菇的话，过几天天气晴朗了再来。难得他如此好说话，蓝潇潇笑眯眯的答应了。可是这山药才挖了没几根，这天还真是突然就变了。娘啊，这人会算啊！别磨叽了，赶紧收拾东西下山了，今日会有暴风雨。暴风雨？可没等两人走出多远，指尖大的雨珠已经倾盆而下。瞬间，两人一切都迷糊不清，连路都看不到了。他们的衣服很快湿透了，雨水从脸上流淌下来，流到衣服上、裤子上，再流到脚面地上。在这样视线模糊的大雨天，蓝潇潇也是心惊胆战。从小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打雷闪电。被雷一轰，蓝潇潇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尖叫着扑向陆志轩，抱住了他，声音颤抖着：“哥哥，我害怕。”雨实在是太大，根本看不清眼前的路。陆志轩拉着蓝潇潇躲在了路边一块岩石之下，大手伸出来搂住了小鸡妹。或许是蓝潇潇那上牙磕下牙的声音扰乱了他的心，